男人躺在床上臭了10天，却仍未下葬，只因家徒四壁，穷得连一只老鼠都没有。娘，我爹都已经死了10天了，你怎么还不把他埋了啊？再让他躺下去都臭了。然而此时，躺在床上的男人努力睁开眼睛，映入眼帘的是破旧的茅草屋，以及一对瘦弱的母女。小小，咱们家穷的连饭都吃不起了，哪还有钱买棺材啊？而且你爹身体还热着，没有死透，等他死透了，我弄个草席一卷，找人把他抬出去扔了就行。真好，我爹终于死了。丫头，我是真被你笑到了。正当男人感慨原主活得多失败时，一股记忆就直接涌现出来。原主叫赵小川，是西平村的二流子，整日游手好闲，嗜赌如命，还是个酒鬼。10天前在县城多喝了2斤酒，回来的途中栽倒在臭水沟里淹死。别人穿越不是皇帝就是太子，到我这怎么就成了家徒四壁的穷鬼，还是个恶魔老爹，关键还不能人道。等等，不能人道。还好，仍旧是18厘米。他的这一动作直接把妻子吓得跪倒在地上。相公，你不要打我，家里真的没有钱给你请大夫治伤。爹，你别打我娘，要打你就打小小，小小年轻，打不坏。放着这么好的媳妇和孩子，不知道疼惜，竟然虐待成这样，真不是个东西。赵小川急忙把妻女拉了起来。梦如、小小，请你们放心，以后我再也不会打你们了。难道是这个混球转性了吗？柳梦如上下打量着赵小川，赵小川也打量着他，自己这是捡到宝了呀！放在21世纪，这么漂亮的媳妇，还有这么懂事的小苗，人生已经赢了一半呀！还不等他兴奋，肚子就传来咕咕叫的声音。相公，你刚醒，先休息一会，我这就去给你做饭。小小，你帮娘生火。看到两人逃离般的背影，赵小川明白，想要改变自己在母女心中的形象，仍旧任重而道远。不一会饭做好了，男人看着碗里的稀粥，只有几片野菜叶子和几粒麦皮，汤水都能当镜子照。没有大米吗？柳梦如再次跪倒在地上，身子瑟瑟发抖，却没有吱声。爹，这个真不怪我娘，我们家的钱都被你拿去输光了，哪还有钱买大米？就这野菜还是我跟娘去山上挖的。小小，快别说了，相公，你再忍2天，等秋收的时候，我去地主家帮工，多挣点钱，回头都给你买大米。你可千万别卖了小小，她是我们的女儿啊。不会的，非但不会卖你们，反而还会让你们跟着我每天都吃大米饭。身为21世纪医学院本硕连读的高材生，连吃大米饭都做不到，那岂不是让人笑话？真的吗？然而不等男人回答，大门就被人踢开，走进来5个人，为首之人叫王世仁，是县城赌坊的幕后老板。他来干什么？赵小川，我来接我娘子回家，她收拾好了吗？你娘子怎么会住在我家呢？赵小川，你想赖账吗？你借了赌坊50两银子，还不上就把妻女抵押给我，现在我来收债，你有钱还吗？还不起就把你妻子女儿给我，你放心，本老爷会好好疼爱这对母女，让他们吃香喝辣，保证比跟着你强100倍。爹，求求你了，不要把小小卖了，小小以后会更加努力，帮着娘亲做工，给你挣钱，绝对不会再跟你顶嘴了。柳梦如的脸色也不太好看，扭着头偷偷抹眼泪。赵小川，莫非你真想赖账？信不信我打断你的狗腿，再让你下大狱？闻听此言，他身后那2个打手立刻就上前一步，就要动手。不赖账，我们不赖账。王老爷，你先等会，我这就回屋拿东西。莫非娘子还藏了私房钱？不会真有钱还吧？看来要继续下套了。上面看上了这柳梦如，要是不把她弄到手，恐怕自己也会被牵连。不一会，柳梦如就跑出来，手中拿着一枚玉佩。王老爷，这是我的传家之宝，你看能不能帮我相公抵债？通体光泽圆润，一看就价值不菲。就这么一破玩意，连2两银子都不值，我先拿着，就当这次跑腿的茶水钱。另外，我还可以宽限你们2天。男人看到玉佩，想起来这是在买柳梦如的时候身上唯一的东西，也是找到他家人的唯一线索。想到这便冲了上去，把玉佩给夺了回来。王老爷，你这如意算盘打得很响啊，只可惜打错了地方，还宽限我2天。那借据上写的清清楚楚，归还期限1个月，现在才过去3天，你就跑来要账，真以为我好欺负吗？就你们这家境，别说给你1个月，就算给你3年，你能凑出来50两银子吗？若是我能还上呢？若是你能还上，利息我就不要了。若是你还不上呢？那我就把自己卖给你为奴。说完，王世仁转身就带着家奴走了。梦如，这是你身上唯一能跟你身份扯上关系的东西，好好收着，千万别再拿出来了。这个混球不是一直惦记着自己这块玉佩吗？如今送到他手上，却反而不要呢？莫非有其他打算？相公，
玉佩给你，只求你不要卖了小小。梦如，小小是我的女儿，我不会卖她的，更不会卖你。以前是我太混蛋了，伤了你们母女的心，但你对我仍旧不离不弃，好生操持着这个家，才不至于让我饿死。我真心的谢谢你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要重新做人，不会再让你们母女受委屈了。说完，把玉佩强塞到柳梦如手中，还没等柳梦如反应过来，赵小川便背着个藤筐，拿起镰刀离开了家门。娘，我爹干什么去啊？他是不是变好了？今天也没有打我们了。他已经混球了那么多年，怎会说变好就变好？除非换了个人，指不定在憋着什么坏主意呢。小小，咱们仍旧按照原计划进行。小小，就是苦了你，才那么小一点，就要。娘，小小不苦，只要能陪着娘一起，小小就觉得开心。另一边，赵小川已经来到了后山，看到漫山遍野的药材，赵小川整个人都乐开了花。有这么多好东西在，还愁还不起钱吗？赵家小子，你来后山干什么？莫非也想挖野菜？可不嘛，家里没米，只能挖点野菜充饥了。赵家小子转性了，都知道挖野菜了。就在四婶感叹的时候，赵小川就开始在挖地上的药草。赵家小子，你干什么？这些都是药材，不能吃的。我不吃啊。那你挖来干什么？卖。你要卖药材？赵家小子，你是想死吗？没有官文，寻常人私自是不能售卖药材的，被抓住那就是死罪。你难道忘记了吗？竟然还有这种事情！8年前村的那个地主，就是因为私自售卖药材，被县令抓住，直接满门抄斩，甚至还连累到他们村的田亩税都增加了半成。算四婶求你了，可千万别走他的老路啊！不会的，我赵小川虽然不是个什么东西，但也绝对不会做出连累乡亲的事情。四婶，你路子宽，我能向你打听一下，怎么才能售卖药材吗？要有官文。官文怎么来？县城有医官，只要他给批文，就可以售卖药材，不过价格被压得非常低，挖3天的药材还换不来2个铜板。赵小川听完，只能放弃挖药，于是便制作了几个简易的陷阱，抓了6只兔子。四婶，这只兔子给你。给我，赵家小子，你打猎我也没有帮忙，怎么能收你兔子呢？你还是拿回家，给你家娘子好好补补吧。四婶，若不是你提醒我药材不能售卖，我指不定就犯下杀头的大罪了。可以说是你救了我一命，赶快拿着吧，就当是我谢恩了。赵家小子，你明天应该去县城卖兔子吧？我让我当家的陪着你，他跟那些商贩熟识，可以给你一个好价钱。那就谢谢四婶了。没过多久，赵小川回到家中，妻子和女儿看到野菜以及兔子，露出了惊讶的神色。娘，我爹不但挖了野菜，还打到了兔子，他是不是真的变好了？我们现在要怎么办？还喝粥归西吗？喝粥而已，怎么就归西了？赵小川放下藤筐，走过去，端起一碗粥就咕咚咕咚给喝了个精光。相公，不可以！什么不可以？咱们喝下去的都是强灰，没毒。出门之前，我早把药给换了。药被换了。相公，老鼠药是我买的，也是我放粥里的，我认打。这件事情和小小没有任何关系，他完全不知情，求求您不要再打他了。小小也跪倒在柳梦如身旁，不要打娘亲，火是我烧的。赶快起来吧，我之前就说了，不会再打你们，当然是说到做到。第二天，四婶当家的已经在门口等候了。李叔，早啊！不早了，再晚的话，咱们可能就要在县城过夜了。赵小川听出他言语中的催促之意，也没再耽搁，简单叮嘱柳梦如看好家，就带着兔子坐上了李叔的驴车。路上无事，赵小川就向李守打听售卖药材官文的情况。就这样，赵小川清楚了售药材官文的情况。大卫重视医学，但又害怕寻常百姓买不起药，胡乱挖一些草药吃的丧命，所以就禁止普通人采药，唯有获得官文才有资格。而获取官文的途径有2种，其一，考取医官；其二，成为医官的学徒。到了云安县，李守就带着赵小川去卖兔子，每只兔子100文，赵小川赚了400文钱。李守要忙别的事情，就跟赵小川分道扬镳，赵小川则去了医馆。不一会儿，赵小川就来到了城西的妙手回春堂，只见医官林华不在，坐诊的是一等学徒陶吉安。你好，我想拿官文。想拿官文？考试吧。旁边那屋有林医官留下来的考验题目，你若是能答的让林医官满意，不但能拿到官文，还能直接晋升为1等学徒。好的。大师兄，这人该不会是个傻子吧？竟然真的进去考试，难道他听不出来你在赶他离开吗？哼，不知天高地厚，林医官留下来的考验题目可都是历年医官考试当中的精髓，即便是我亲自答题，也仅能答出来6、7分，林医官要求却是9分，他能答出来才怪呢。不用管他，等考完收500文纸墨笔砚费。而此时里屋的赵小川瞄了一眼试题，悬着的心也放松下来。这么简单，
都是医药的基础知识。就这样，原本2个时辰的答题时间，赵小川只用了半个时辰就搞定。这件事情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我都没有开药，更没有碰过他，他就倒了，怨不得我，赶快把他抬出去，让他死在我们回春堂，就是在玷污我们医馆的名声。陶吉安，我才离开一回，你就把药堂弄成这个样子，你这一等学徒是怎么当的？医官为女人把脉，却查不出病因，再拖延下去，那女子就真的死了。林医官，她应该是中暑了，需要立刻急救。中暑？何为中暑？赵小川这才意识到眼下是古代，中暑一词还没有被提出来。赵小川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的时候，地上的女子喘息都变得浓重起来。来，2个人快把她抬到阴凉的地方。她都快没了，谁敢动她？万一背得上，那可是一条人命，谁能承担得起？混账！人命关天，你却做起了缩头乌龟，我真是瞎了眼，竟然让你这种人来当一等学徒。林医官，我这可都是为你好啊！你想想看，这个人若是死在我们药堂，就算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，但传出也会影响我们的声誉。老先生，别跟他废话，赶快找个阴凉的地方，我把人抱过去急救。再晚的话，就真救不过来了。快跟我来后院。陶吉安等人跟着过去，被赵小川拦住。林医官，你看他还把自己当成药堂主人了。你闭嘴！陶吉安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不再是一等学徒了，降为药童，继续磨练。不一会，林医官走进房间，却发现赵小川正在解那名女子的衣衫，于是连忙阻拦道：小先生，你在干什么？没时间跟你解释，赶快给我准备一盆凉水，再找一条干净的方巾。林华也没敢耽搁，很快就把东西取来。你在旁边扇风，我来给他降温。小先生，这中暑究竟是何病？为何会如此厉害？中者就要亡命。天气太热，导致体温升高，再加上你们诊堂人数太多，密不透风，高烧持续不退，很容易把身体器官烧坏，不及时急救极大可能死亡。赵小川话音刚落，那名女子就咳嗽了2声。醒了，她醒了，你真把她医好了。流氓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之下，你们竟然欺负我这弱女子！你误会了，这位小先生是在给你治病，你刚刚中暑了，若没有他，恐怕你现在已经香消玉殒了。女子愣了一下，也想起了之前的事情，跟着就跪倒在地上。恩公，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小女子唯有……算了，举手之劳罢了，你感受一下，看看还有哪里不是吗？正好林医官也在这里，让他给你好好诊治一番。林医官，我头晕，尤其下地干活的时候，就已经晕倒在地里好几次了。林华上前给女子把脉，片刻说道：气血亏虚，不算什么大病，回头多吃点好的补一补，我再给你开个方子调理一番，便无大碍。女子便接过药方抓药去了。谢谢小先生，帮药堂解雷，敢问先生师承何处？届时我也好去拜会领事，以示感激。我叫赵小川，没有师承。那你这一身医术，以前看过一本叫《本草纲目》的医书，我在那上面学的。《本草纲目》哪位名家所著？李时珍。我怎么没有听过这位名家呢？你听过才怪呢。不知道赵先生能不能把医书给我看看？我之前太败家，拿去换了酒喝，事后想起来再去找，已经找不到了。算了，可能我跟那本医书无缘吧。赵小川，你来我们医馆干什么？是生病了吗？没有，我是来向林医官讨一份药材售卖文书。虽然你刚刚医好了那个女娃娃，可文书的事情不可玩笑，若没有一定的医学知识，我是万不能给你开具文书，除非你能通过我的考验。什么考验？西厢房内有尸体，你若是能……我已经答完了。答完了？我去看看。林医官，你来的正好，刚刚那个家伙去了西厢房参加考验，还没有收他钱呢。他人在哪？我就要钱。要什么钱？我设置这个考核，主要就是为了吸纳人才。之前那些人不都收钱了吗？那些都是滥竽充数的人，不收他们钱，不给他们教训，他们下次还来捣乱。笔墨纸砚又不便宜，岂能让他们白白浪费？但像赵小川这种具备真才实学的医者，我们应该尊重。林医官，那赵小川也是个滥竽充数的主，在西厢房也就待了半个时辰，恐怕刚刚把考题读完吧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千真万确。那些都是历年医官考试的真题，哪怕是自己作答也需要1个多时辰，而他只待了半个时辰，他该不会真是在滥竽充数吧？在场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，赵小川从踏入西厢房到他出来，一共也就半个时辰。林华没再说话，直接走进西厢房。恰在这时，赵小川从后院走了出来，陶吉安急忙拦住他。赵小川，把钱交了再离开。交钱？交什么钱？竟然问什么钱？你刚刚在里面用纸墨笔验了吗？肯定用了呀，不用的话怎么作答？那就好。林医官规定，但凡参加考核之人，
都必须缴纳500文的纸墨笔砚钱。考核不是免费的吗？免费，我们这是医馆，不是善堂。若是人人都跟你一样跑过来浑水摸鱼，岂不是要把我们医馆给赔个底朝天？赶快拿钱，不然我保证你没法完好无损的走出庙舍回春堂。我暂且没有那么多钱，能不能宽限一些时日？没钱跑这里装什么大尾巴狼？来人，把他捆起来，然后告诉他的家人，让他们拿钱来赎人，不然我们就撕票。陶师兄，撕票是土匪的行径。哦，那是我说错话了。他家人不拿钱来赎人，咱们就让他干最脏最累的活，什么时候把钱补上，什么时候再让他回家。都别愣着了，赶快把人捆起来，扔到后面的柴房。等等，你们先等等。陶先生，你先让我恩公回家，他欠你们的钱，我来给你们做工还。去，一个小丫头片子哥知道什么乱？赵小川，你一个大男人，出了事情竟然让一个女娃娃跑前面顶事，你还算是个带把的吗？我这有400文，还欠你们100文，我明天再还你。一条兔子能卖100文，明天怎么也能逮到几只，还100那还不是轻轻松松啊？我这里有100文。说完，女子把钱汇聚到一起，递给陶吉安。陶先生，这是500文，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吧？恩公，我们走吧。赵先生，请留步。林医官，我家恩公已经交过钱了，你还想怎样？交钱？交什么钱？林医官，按照你的规定，但凡是滥竽充数去西厢房参加考验者，事后均需要缴纳500文的纸墨笔砚费用。这赵小川只进去了半个时辰，肯定是来捣乱的，所以我就提前收取了。放肆！妙手回春堂是我林华的地盘，什么时候轮到你在这里吆五喝六了？赵先生不但通过了考验，还打了满分，医术早已比我这个老头子只高不低。你算什么东西，竟然敢收他的费用？就你这种品格，连我们药堂的药童都不配当。从现在开始，你被遣回了，把钱还给赵先生，然后带着你的东西滚。陶吉安傻眼，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上。林医官，求求你了，饶过我这一次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你得罪的不是我。赵先生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吧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真的不能丢掉这份工啊。陶吉安，你竟然还有脸来求饶？刚刚我家恩公拿不出钱的时候，你可是要把他捆起来，让他干最脏最累的活，甚至还要撕票。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错了，求求你们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你身为医生却见死不救，再留下来的话，只会玷污林医官的名声。林医官栽培你那么多年，你也不想连累他吧？林医官，对不起，我现在就走。赵小川，你把我害这么惨，咱们走着瞧，我绝对会让你好看的。而此时的赵小川已经被林华迎到了里屋，奉为上宾。林华亲自给他端茶倒水，向他讨教医术。赵小川却开始藏拙，把功劳全部归结到《本草纲目》上。至于真假，还有待于验证。林华便给赵小川开具官文，亲自送他离开。赵小川刚走不远，就感觉有人在后面跟着他。他回头看去，发现是之前救的那名女子。不好意思啊，刚刚林医官跟我商讨事情，我把钱的事情忘记了，现在还给你。我不要钱。不要钱？那你跟着我干什么？我是恩公的人，自然是恩公去哪里我去哪里了，赚的钱也自然就是恩公的。我的人？对啊，你解了我的衣服，又碰了我的身子，从那之后，我就是你的人了。那是因为你晕倒，我再给你医治。你嫌弃我？我嫌弃你干什么？既然不嫌弃，那就娶了我吧。我已经被你看了个遍，不嫁给你，我只有死路一条。而且你也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小女子无以为报，只能以身相许。可我已经有老婆了呀。那我就当小妾。我没有纳妾的打算。不当妾当个丫鬟也行，什么活我都能干，而且吃的特别少，每天2顿稀粥就行，很好养活。女子说着，从怀中摸出来一个竹牌，递给赵小川。恩公，这是我的竹牌，你先收着，抽空我再去县衙改成奴籍，以后我就是你的奴婢了。我看衙牌上没有写父母的名字，难道你是个孤儿？要不当我的长工吧？走吧，我们去买点东西。1个小时后，两人出了城，就见李守已经在那里等待了。看到赵小川带着大包小包，眉头忍不住皱了起来。赵家小子，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？卖兔子的400文该不会花完了吧？你个败家子，难道忘记你还欠人家王世仁50两银子吗？还不起，你可是要卖给人家为奴的，一辈子就再也抬不起头了。听到这话，文慧却丝毫不担心。恩公的医术连林医官都自愧不如，挣50两银子也只是时间问题，更何况我还有一个更赚钱的门路呢。谢谢李叔关心，卖兔子才几百文，对于50两银子来说完全是杯水车薪，还不如拿来改善一下梦如和小小的生活呢。再说我已经拿到了官文，回头就能挖药材进行售卖了，还钱应该不成问题。你有主意就好，我只是提个醒，怎么做还是你个人的事情。他把赵小川拉到一旁，
小声地问：“这进一趟城，你怎么还领回去一个女人呢？是小妾吗？”她叫文慧，是我雇佣的长工。真是败家子啊！运气好逮了几只兔子，赚了点钱就让他这么造完了。但这是人家的家事，他也不好多说什么，只能顶着驴车就往回走去。穿越古代，就带着其他女人回家，看到赵小川拎着大包小包，他该不会想纳妾吧？日子才刚刚有一点盼头，他就要胡作非为，真是狗改不了吃屎。愣着干什么呀？快把东西放到厨房，我洗漱一下就去做饭。今天晚上咱们吃白米饭喝肉汤。恩公，做饭这种粗活哪能让你来呢？我去忙活。他是谁？赵小川无奈地把事情解释一遍。相公，你是不是想要纳文慧为妾？咱们家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哪有那个心思去纳妾啊？可她一个黄花大闺女住在咱家，好说不好听啊。且咱们家只有西侧屋一张床，总不能让她睡柴房吧？她还带着病，万一再严重的话，咱们还怎么指望她干活啊？你说的也是，等过会我去找一下咱们村的木匠，让他给做一张新床。你还有钱吗？有一些。那行，你看着安排吧，我去帮她做饭。先等等，这是我给你扯的几尺布，你闲的时候做件衣服穿。你给我买不做新衣服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这家伙真的转性了，我的苦日子终于熬到头了。这个是给你的糖果，拿去吃吧。相公，你怎么还给他买糖果？糖果可是有钱人家才吃的零嘴，我们穷的叮当响，哪能吃得起这个？回头你再去县城把糖果退了吧。娘，你不讲理，给我买2个糖，你竟然要退货，我还是你亲闺女吗？别听你娘的，她说话不管用，我既然给你买了，就绝对不会退回去，赶快拿去吃吧。梦如，我知道你担心什么，可一包糖果能值几个钱，还影响不到我还债。你去看看布匹，我找木匠做床。说完，赵小川离开家去了村东头木匠鲁大山家里。周家小子，这么晚了，你来我这干什么？鲁叔，我家请了个长工，没地方睡，想请你帮忙给做一张新床。做床那可不便宜啊。多少钱？你说个数。1两银子。怎么这么贵？这还是看在我们是同村的份上，给你便宜了。若是外村的人过来做新床，怎么也得1两半银子。鲁叔，就没有便宜一些的床吗？周家小子，我还能坑你是咋的？这是村长前几天订的床，我刚做好，也是1两银子。鲁叔，我不要这种床，我想要的是那种比较简单的床。多简单？4条床腿，用木桩连接，中间架着龙骨，上面钉上木板。我听得有点懵，你有样式图吗？有。这是床？对，这就是床。床只是睡觉的地方，有一张板子就够了，铺张草席，盖条被子就能睡人。之所以弄4条腿给支撑起来，也是为了防潮、防虫鼠。好，这床好啊。这床做工非常简单，但却极为实用，造价又便宜，相信大家都会喜欢。周家小子，你把图给我，我可以免费给你做一张新床。而且以后你来我家做东西，只要提供材料，我都能免费帮你做，不再收取任何费用。那感情好。鲁叔，这样的床你多久能做出来？3天。能不能快一点？我急用。那我就把手头上的活往后推一下，全力做你这个新床，明天晚上你应该就能用上了。麻烦鲁叔了，我就先回家了。赵小川到家，只见柳梦如跟文慧拉着手，有说有笑，好像多年不见的闺中密友一般，特别亲近。女人真是奇怪的动物，完全陌生的2个人，没一个时辰就成了好友。相公，床做好了吗？哪能那么快？不过鲁叔说了，明天就能用上，今天只能委屈文慧，让她睡柴房了。那不行。柳梦如竟然反驳了，赵小川忍不住抬眼看他。此时的柳梦如这才意识过来，急忙改口道：“相公，我没有顶撞你的意思，只是文慧大病初愈，身子骨还很弱，让她睡柴房，万一再招了风寒怎么办？要不我睡柴房，让她睡屋里吧。”你说什么？让她睡屋里？怎么睡？跟我睡吗？柳梦如点头。这怎么行？她一个黄花大闺女，跟我睡的话成什么了？给你当小妾啊？你看了文慧的身子，那她就是你的人，你不娶她，那不是让她去死吗？赵小川着实被大魏王朝女子的刚烈给震慑住。先等等吧，咱们家现在还欠着外债，娶了她，万一还不上钱，岂不是白白便宜了王世仁？那咋办？等还了王世仁的钱，再赚100两银子，我就纳她为妾。这不就是不同意吗？一个普通人穷其一生也挣不来那么多钱。恩公，这可是你说的啊，咱们说话要算话，不能反悔。你就这么相信我能赚150两？恩公是有大才的人，我相信恩公肯定能赚那么多钱，而且会很快。你若赚不来，我就把那个发财的门路给你，保证不止赚那么多。文慧，你这丫头怎么那么傻啊？梦如姐姐，咱们都是恩公的人，应该相信恩公。第2天，赵小川刚起来就看到文慧在厨房忙碌。你怎么起那么早？不早了，
恩公都已经起来了，我还没有做好饭，以后我尽量起得再早一些。这是烧好的热水，我先伺候恩公洗漱。你先忙吧，我自己来。昨天早上留在那里的兔树子，今天应该有收获了吧？说完，他背起藤筐就去了后山。山里的兔子真肥，连捕兔的工具都能硬拖走。算了，还是看看其他的吧。赵小川一连找了9个，兔树子全部消失。昨天早上还逮到4只兔子呢，难道是人为？赵小川一路飞奔，快速冲到第10个兔树子的地方。只见那里有个人背对着他。谁？随着对方转身，赵小川也认出了他。他叫云满，是西平村的猎户，是个孤儿，继承了父亲打猎的活计。是我赵小川。云满，昨晚又在山上打猎啊，收获如何？说到收获的时候，赵小川看向云满身旁，那里有他的兔树子，还有6只兔子。云满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好端端的，你把我兔树子干什么？兔树子，你说的是这个？这是你的，从哪里学来的？你管得着吗？川哥，你别生气，这些兔子都还是你的，我一个不要。我把这些兔树子拔了，主要就是等你。昨晚打猎的时候，我不小心绊到一个兔树子，当时也没在意，后来又碰到一个兔树子竖着兔子，任凭那兔子怎么挣脱都逃不掉，我才意识到这东西的价值，所以才把兔树子拔了。等你来，想向你请教。你想学这种捕兔的方法？川哥，能教我吗？凭什么要教你？你本身就是猎户，若是再学了这种捕兔的办法，以后我还怎么捕兔，还怎么顿顿吃肉？我可以拜你为师，一旦成为你的徒弟，我打的猎物将全权由你来分配。而且我若是把这种方法传给别人，你就算把我打死，别人也不会说个所以然。大魏是个尊师重道的王朝，徒弟对待师傅简直比亲爹还亲。云满现在要拜自己为师，他打的猎物就要全部交给自己，自己不用动手，却能每天都吃到肉。云满，你为什么要拜我为师？要知道，一旦成为我的徒弟，你打的猎物将全部由我分配。我若不给你的话，你拿什么生活？而且我是咱们村有名的二流子，你拜我为师，不怕别人笑话你吗？川哥，实不相瞒，我已经2天没吃什么东西了。现在进入深秋，猎物活动很少，白天基本打不到猎物，晚上视线不好，也很难猎到。拜你为师，最起码你能管我一顿饭，不至于饿死。再说，我今天碰到4婶，她说你已经转性了，懂得打猎，我拜打者为师，合情合理。行，我答应收你为徒。师傅，这是我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，送给师傅，算是拜师礼。我要你这破弓干什么？连只鸡都射不死。等回头有空的话，我给你做一把弩箭，那玩意杀伤力才大呢。师傅竟然还会做兵器，我会的还多着呢，你慢慢学习吧。别废话了，跟我回家吧。还没到家呢，两人就发现家门口聚拢了很多妇人，一个个指指点点，说着一些难听的话。你们是不知道，这赵小川真是个败家子，前天运气好逮了几只兔子，换了钱，没想到他转头就买了白米、猪油，听说还扯了新布，给赔钱货买糖果，这不是糟蹋钱吗？那可是几百文啊，买谷子、卖皮，足够他们一家过冬了。他竟然这么就给败没了，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啊？真是苦了梦如妹子。现在的赵小川可不会惯着他，刚想上前，就看到一道娇小的身影比他速度还快，是文慧。他冲到于秀英身前，没有废话，抬手就是一巴掌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竟然跑到我家恩公门前吆五喝六！我家恩公吃你家大米了吗？拜你家钱了吗？赶紧滚！再敢唧唧歪歪个没完，小心我撕烂你的嘴！这人谁呀？怎么像个小辣椒一样？不认识，不像咱们西平村的人。听四婶说，他好像是赵家小子带回来的长工。原来是个仆人啊！他怎么那么勇敢，竟然敢打村长的五姨太？你错了，我倒是觉得这仆人不错，知道护主，是个忠心的人。于秀英反应过来，扑向文慧，然而不等他动手，就听到一声冷喝：“住手！”于秀英，不好好在村长家享福，竟然跑到我家来撒野，你想干什么？赵家小子，你来的正好，赶快管管你家狗奴才，见到谁都咬。他不是狗，也不是奴才，而是我的妾，反倒是你，一大早跑我家门口犬吠个什么劲？我赵小川就算是个败家子，又碍着你什么事了？赶紧滚，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云满立刻开弓搭箭指着于秀英。英满，你这孩子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帮着赵小川这个二流子呢？赵小川是我的师傅，你再敢侮辱他，下一支箭必定射在你的身上。走，咱们回屋吃饭。那他们呢？随便他们吧，嘴长在他们身上。何时犬吠，在什么地方犬吠，我们管不到。但若是在搁我家门前叫唤个没完没了，你可以直接射穿他们的大腿。难道四婶说的是真的？赵家小子真的懂打猎？可能吧，不然的话，云满那么骄傲的一个人，怎么可能会拜他为师呢？你们难道没看见吗？赵家小子回来的时候，可是背着好几只兔子呢，又肥又大，眼气死个人。赵家小子真的转性了，咱们以后还是别再跟着五姨太来奚落他了。人家变好了，咱们应该多鼓励。对对对，是这么个理。
那些人不自觉地跟于秀英拉开了距离。赵二流子，你竟然敢怂恿一个仆人打我，还让云满冲着我射箭，这件事情咱们没完，我这就告诉村长，让他好好收拾你。而此时的赵小川一家人已经围坐在一起吃饭了。师傅，这饭也太丰盛了吧，就连村长家也不敢这么吃啊。是不是担心这么个吃法能把为师吃穷？不用担心，为师赚钱的办法还多着呢。现在感觉这么吃像是过年，等以后你会发现，这些不过是最普通的家常便饭而已。赵小小更直接地说：林大哥，我爹说了，以后我们家天天都这么吃。你是我爹的徒弟，要相信他。赶快吃吧，不然等会就凉了。吃完饭后，云满想去帮忙收拾碗筷，却被文慧阻止。云满，你是恩公的徒弟，好好跟着恩公学本事就行，这些杂活我来干。你也别干，背上藤筐，拿着麻袋跟我进山。后身，赵小川就停下来了，指着面前让他们开挖。开挖吧。挖什么？当然是挖药材啊！恩公拿到了官文，以后咱们家就有资格贩卖药材了。这后山就是我们家的宝藏，恩公全指望这个挣钱呢。原来师傅说的干活是挖药材，并非打猎啊！现在已经深秋了，猎物很少出来活动，白天几乎打不到什么猎物，而且你那弓也不行，就算碰到猎物也很难捕获。等闲下来，我给你做一把弩箭，用那个打猎效率会高一些。云满脸上失望的神色更浓，闷着头也不吭声了。云满，那是野草，你怎么也给挖出来了？野草，我这跟你挖的差不多啊。差远了。文慧拿起一株药材说：这个是白纸，要先把地上的部分给割掉，然后把地下的部分挖出来，去掉根须、泥土。这个是金银花，早上采摘最好，咱们先以采金银花为主，等过会太阳升高之后，它养分就少了，气味也淡了，不再适合用药。文慧，你以前学过医术？我没有。文慧立马想要反驳，可看到赵小川阴沉的脸色，把话给咽了回去。恩公，这个事情能不能以后再说？不能，你若想继续跟着我，现在就说，否则的话就请回吧，我这里养不了你。恩公，你别赶我走，我说还不行吗？云满，你对药材没有辨识度，别挖了吧，去旁边做兔树子。说完，云满便屁颠屁颠的跑了。恩公，我说了实情，你能不能不要把我赶走？先说来听听吧。我不叫文慧，而是叫温采莲，是前门村温家的人。恩公，你难道没有听过前门村温家？就是那个因为贩卖药材被满门抄斩的温家，他们家不是全部伏诛了吗？你是怎么逃脱的？我爹知道不好，提前就把象征我身份的竹牌给改了，送到高楼村一个远房亲戚家中，这才躲过一劫。你爹不但是前门村的村长，更是一个大财主，是个聪明人，他怎么会干这种违反大卫律令的事情呢？被别人骗了呗。狗县令还有姓冯的那个狗医官，他们联合做局，灭了我们一家，吞了我们的家产。文慧，我非常同情你的遭遇，也很想帮你，可你也看到了，我家小也小，根本经不起任何风浪，你又是戴罪之身，万一被官府发现，我这一家人都要遭殃，所以你还是走吧。赵小川话音刚落，文慧把手中的镰刀横在自己脖颈。你要威胁我？恩公，我没有要威胁你的意思，我是个女子，被你解了衣衫，摸了身子，虽然事出有因，可我也已经不干净了，今生无法再伺候你，来世甘愿做牛做马，报答恩公。说完，文慧就要抹脖子，赵小川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他，并没有阻拦。恩公，你怎么不拦着我？拦着你干什么？你又不会真的自尽。你怎么知道？这还不简单吗？你们家被人陷害，灭了满门，你作为唯一的幸存者，怎么可能还没报仇就去死？更何况我是为了救你的命才解开你的衣衫，又没有做什么，算不上损了你的清明。恩公果真是个聪明人，既然恩公不想受到牵连，那我就走了。等等，你想留下来也不是不行。恩公，你还愿意收留我，不怕被我连累到吗？怕，所以我要跟你约法三章。第一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抛头露面。我答应。别着急，还有第二条呢，这第二嘛，不能报仇。恩公，刚刚你还说我身负血海深仇，不能不报，怎么现在却又要求我不报仇？当然，这个不能报仇只是暂时性的，毕竟我们才刚刚起步，西平村都没站稳脚，急着报仇无异于以卵击石，一旦我们有那个实力，再报仇也不迟。好，这个我也答应。第三个呢？第三个我还没想好，等我想好了再告诉你。现在跟我说说县令和县府医官是如何害你们家的吧，我需要详细的经过。接下来文慧也没有隐瞒，把事情经过全部详细的说了一遍。不对啊，你爹既然有官文，那就是官方承认的，怎么还会因为这个被抄家呢？问题就出在这里，冯狗医官盖的是私印，并非官印。恩公，你赶快看看林医官给你开的官文盖的是什么印章，别也被坑了。这话可把赵小川吓得不轻，急忙从怀中摸出来官文，好在上面盖着官印，而并非林华私印。恩公，你可一定要收好官文，这东西是重中之重，一旦丢了，
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可都是杀头的罪。放心吧，我贴身藏着，保证不会出问题。就这样，还没到晌午，两人把藤筐全部装满了，叫上云满回家。这回赵小川才发现，云满已经制作出来一大把兔树子，足足有20-30个。孺子可教也。回到家中，赵小川发现家里只有赵小小一个人，老婆柳梦如不在。小小，你娘呢？她去村长家织布了。我娘说了，咱们是一家人，不能只让你一个人忙活，她也要挣钱养家。村长每2天就能给她1个铜板呢，能买2个窝窝头。小小也没有闲着，出去砍柴去了，刚刚回来。说着，赵小小还指了指旁边堆放的干柴。小小真乖，但后山那边有野兽，以后你可千万别一个人上山了，太危险。我没有一个人，四奶奶带着我一起去的。娘把你早上带回来的兔子分3只，让四爷爷带去县城卖了。四奶奶见我一个人在家没事，就带着我去了后山，她挖野菜，我砍柴。听到这些话，赵小川的眼眶有些湿润。老婆勤俭持家，女儿乖巧懂事，也就原主不知道好好疼惜，反而非打即骂，白白便宜了他。现在自己穿越过来，一定要好好赚钱，让他们娘俩过人上人的生活。小小，你现在去叫娘回家。好。柳梦如回来时还有些不满，埋怨赵小川这么早就把她叫回来了，耽误挣钱。梦如，干那些活1天才搬的铜板，完全就是在浪费时间。那我也不能闲着吧？那好，等回头我给你弄一台纺织机，咱们在家里纺线织布。不行不行，纺织机太贵重了。听说村长家的那台纺织机还是旧的，买的时候可是花了20两银子呢。你别管了。而此时，村长家的武姨太于秀英不满道：当家的，你看看人家赵小川，一个二流子，1天都吃3顿饭了。再看看咱家堂堂的村长，1天才吃2顿饭，你臊不臊啊？这有什么好臊的？他赵小川吃的再好又如何？土地还不是到了咱们手中，而且他家那口子被县城大人物的公子惦记上，他蹦跶不了几天。竟有这种事情？废话，我能乱说吗？秀英，你记住，这可是机密，千万不能到处说，否则走漏了风声，坏了那位少爷的好事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我的嘴巴多严实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而且收秋之后就会征兵，到时候我把赵小川的名字报上，再找点关系，让他去最前线去兴丰营。对，就应该这么整他，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嚣张。一个二流子吃的竟然比村长家还好，难道不知道在西平村谁最大吗？我答应你的事情都已经办好了，现在该你表现了吧？新床到了，一起去试试。当家的，你真坏。而此时赵小川对这些一无所知。就在这时候，刚好鲁大山父子抬着一张新床过来。云满，你怎么拜了一个二流子为师？我师父要为我打造一把弩箭呢。我才不信呢。鲁修，你若是不信的话，咱们就打个赌，我能做出来弩箭，你以后要听我的。倘若你做不出来呢？做不出来，我就和云满解除师徒关系，你可以随意带他离开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我赌了。我有老爹教导的基础，又钻研了那么多年，也没能打造出来一把兵器呢。你一个二流子算什么？而站在一旁的鲁大山没有阻拦，云满是他儿子鲁修最好的朋友，他也不希望云满跟着赵小川这个二流子混日子。师傅，我不要离开你，我还要继续跟着你学本事呢，你不能把我赶走啊！云满，我既然收了你做徒弟，又怎会轻易把你赶走？你这般做派，那是不信任为师了。赵小川，咱们这赌约得有个时间限制，我给你1个月的时间，应该足够了吧？不需要1个月，我现在就给你做。现在？对，就是现在。我先画样识图，然后教你怎么制作，你来动手。你就不怕我做不出来？这个你不用担心，只要按照我的设计做，保证能做出来。话音刚落，赵小川很快就把弩箭画出来。这就是弩箭？对，这个你能做出来吗？我现在就回家做，真能做出来，我自会登门谢罪。声音落下，人也已经跑没影了。鲁大山也跟着告辞离开。赵小川安排文慧哄着赵小小睡觉，他则带着柳梦如去了东厢房。相公，先等会，文慧和小小还没睡着呢。待女子第一次睡觉，就看到柳梦如从怀中拿出一块白布，直到看见染红的白布，柳梦如才意识到赵小川终于成了这个家的依靠。第2天早上，赵小川起来，文慧告诉他，云满去山上逮兔子了。赵小川听后相当满意，做饭的有了，干活的也有了，在床上搂着睡觉的媳妇也有，当古人不要太爽啊。而柳梦如经过滋润，原本白皙的脸蛋上平添一抹绯红，一颦一笑满是风情，看起来更加诱人。这时云满也回来了，背了10只兔子，脸上挂着笑容。我和老爹打猎几10年了，从来没有获得这么多猎物。相公，那么多兔子全部卖掉吧，1只兔子100文，10只就是1两银子。若是再多做一些兔树子，肯定能逮到更多，说不定1个月真的能把欠王氏人那50两银子给还上。赵小川也没过多解释，想靠逮兔子还债，
门都没有，毕竟兔子是有限的。如今下了40个兔梳子，也才逮到10只，到时候逮兔子的人多了，挣的会更少。吃过饭就带着兔子去找李手，请他帮忙带去县城卖掉。赵家小子，你这逮兔子的本事不错啊，每天都能逮到兔子，比猎户都厉害。赵家小子，你觉得四婶对你如何？四婶，你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，咱们不但是邻居，而且你们也没少照顾我家，我能帮上忙的话，肯定会帮你们。赵家小子，你能收了胡子吗？他很有力气，能帮你们干一些重活。我们不要工钱，你管他2顿饭就好。李虎还不到18岁，却已经近1.9米的身高，就是太能吃了点，而且还能通过李虎，能跟李手打好关系，自己以后运送药材也方便很多。原来就是这事啊，没问题。两人都没想到赵小川这么快就答应下来，感动的不行。胡子走，跟我回家。还别说，李虎这家伙真是个干活的能手，一个人能扛3麻袋药材，我和文慧只挖就行，节省了不少时间，挖药的速度更快了。过了3天，赵小川已经挖了800-900斤药材，他把晾晒好的整理出来，有200-300斤的样子。李虎，跟你爸说一声，明天进城卖药。第2天，赵小川带上李虎进城。中午，3人拉着药材来到妙手回春堂。林华看到赵小川像是迎接贵宾一样。赵先生，不知你今日来医馆所为何事？林医官，我是来卖药材的，上次拿到官文，我就回家挖药材去了。你来给称重，我这药堂正愁没有药材呢。然而等他看到堆在驴车上一麻袋的药材，赵先生，你怎么挖这么多的药材？多吗？我这只带过来一些，家里还有很多呢，而且我家人他们还在继续挖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绝对能供应起你们药堂使用。林华眉头皱了起来，话到嘴边又有些张不出口。林医官，咱们也算是熟人，有什么问题你直接说，你这不说，我也不知道具体怎么回事啊。赵先生，我只能收你这一批药材。什么意思啊？赵先生，你也看到了，每天来我这药堂看病的人并不多，所耗药材量也不大，你这一车近300斤了，足够我这药堂半个月用度。而且我药堂还有自己的挖药学徒，他们每天也能带回来一部分药材，根本就用不了那么多。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，那行吧，先把这一批药材卖了，我回头再想别的赚钱门路。赵先生，你怎么不去考医官呢？凭借你的医术，我相信就算无法进入太医院工作，最起码也能留在州府。我对考医官没兴趣。这时学徒已经称好重量，350斤。林华为了教好赵小川，凑了个整数，25两银子。赵先生，我不知道你家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能感觉出来你特别需要钱。我给你一个建议，前段时间咱们县城来了一户贵人，他们的千金染了重病，正在悬赏求医，赏银高达100两。没兴趣。赵小川毫不犹豫拒绝，离开妙手回春堂。李手就去忙他的事情，赵小川则带着李虎四处闲逛。可走着走着，他看到了一处宅院，院门上书写着2个大字“钱府”，这让赵小川想起来一个人，钱六，是原主为数不多的好朋友之一。赵小川开始敲门，这时一阵风吹过，把一张纸刮到了赵小川的怀中。还不等他去查看纸上写的内容，从里面走出来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汉子。老爷，有医官接榜了，他肯定能治好小姐。接榜？治好小姐？听到这些，想到了林华的建议，眉头深深皱起，就想转身离开。恰在此时，里面传来了嘶吼声：“求求你们了，不要再打我了！再打真的会死人的。我这房子真不是凶宅，我住了那么多年都没事。你们小姐患病肯定跟房子没有任何关系。”这是钱六的声音，赵小川一下子就听出来了。这声音是怎么回事？听着怎么像是有人在挨板子啊？提到这个我就来气，这宅子明明是个凶宅，他却还要租给我们，害得我们家小姐患病，今天就要活活打死他，不然他指定还会去祸害旁人。说话之间，中年汉子已经把赵小川领到了里面那个院子。能不能讲点道理？有人接榜了，这次来的医官肯定能医好小姐，你们先把我放开行不行？钱六抬头看了一眼，周管家，我认识这个人，他叫赵小川，是个二流子，整日不是赌钱就是酗酒，根本不会治病。你赶快把他打发走吧。他说的都是真的。真不真你去查查不就知道了？最好是去问问林华。若是查出来你果真是个二流子，就别想再活着离开这里。我既然敢来，既然敢接榜，就不惧。但事后想让我给你们家小姐医治，必须要附加一个条件。你想要狮子大开口，难道100两银子还满足不了你？钱不钱的无所谓，但他刚刚诬陷我，我必须出了胸中的这口恶气，想亲自教训他一顿，让他明白诬陷我的代价。赵小川，你是不是被附体了？我们才是兄弟啊！我这是在救你，你怎能不知好人心呢？能医好小姐，万事大吉；医不好，要你们3人给小姐陪葬。胡子，把这人拉到屋里，插上门，我要让他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李虎非常听话，扛着钱六，把他扔到旁边的一个空房间。钱六，不想死的话就赶快闭嘴。你们家除了正门还有别的门吗？
你想逃？小声点，不是我想逃，而是想带着你逃，不然我来这里干什么？可我家没别的门了，川刚，我果真没有看错你，这个时候竟然还敢来救我，不枉我们兄弟一场。既然逃不出去，那咱们就死在一起，下辈子继续做兄弟。谁跟你一起死啊？可又能怎么办呢？咱们小胳膊拧不过人家大腿，这田家蛮不讲理。我好端端的把房子租给他们，他们家小姐生病了，就要把我活活打死。你现在又接了绑，也只有死路一条。那就医好那个小姐。就连医官还有县府的冯医官对待小姐的病都是一筹莫展，我们又不是医官，怎么医？山人自有妙计。周管家刚刚听手下人汇报，知道赵小川的医术连林华都推崇有加，自愧不如，正打算去屋里请他们，看到赵小川出来。赵医官刚刚误信小人谗言，差点害了赵医官，赶快跟我去后院，小姐还等着赵医官给她治病呢。带路吧。来到正厅，赵小川四下打量，首座上坐着一位中年男人，周管家就站在他的身后，应该就是田家的当家人。侧座上有两人，一老一少，样貌有些相似，应该是父子。这货是谁啊？我在原主记忆里也没找到他呀，怎么他却像是跟我有仇一般，眼神恍若要吃了我，得小心点他。还有一位少爷在厅内来回踱步，显得焦急不安。不是让我来看病的吗？病人在哪？赵小川，你就是一个二流子，会看什么病？赶紧滚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。田世伯，我认识这人，他叫赵小川，是我们云安县有名的二流子，整日不是酗酒就是进赌坊，压根不是什么医官，你可千万别被他骗了。混账！你田世伯见多识广，目光如炬，岂能被一个后生晚辈所骗？冯老弟，赵小川是林医官所见，想来有些本事，他若不成，再用你说的冲洗之法，一切听田老哥安排。赵医官，小女在里屋，这边请。赵小川，你的药箱呢？我只是个商贾，带着药箱干什么？你是商贾，商贾竟然跑过来接把，还要给我妹妹治病，你这是想要害她？来人，把她给拉出去！放肆！赵医官是我请来的贵人，你再阻拦，我打断你的狗腿！对，他不是。周安，把这逆子押出去。少爷，请吧。小子，你最好祈求上苍照顾你，能医好我妹妹，不然你就等着去见阎王吧。家千金身染重病，全城医官却束手无策。爹，你杀了我吧，我受不了了。小柔，你再忍忍，我已经张贴悬赏榜单，请云安县名医前来给你医治。这不又来了一个赵医官，他年轻有为，连林华队对他的医术都称赞有加，肯定能医好你。赵医官，小你脸上、身上长满了这种红点点，奇痒难耐，你给看看，这具体是什么病，该如何医治？赵小川点点头，从这女子的情况来看，摆明了就是过敏嘛。赵小川也看到了屋内的陈设，有很多花花草草，床头的位置还摆放了一盆五色梅，那玩意身上带着绒毛，绒毛还有毒素，沾染极容易过敏。去根红绳过来。拿红绳干嘛？诊脉。赵医官竟然懂得悬丝诊脉，宫廷之中的太医给娘娘嫔妃诊脉，用的就是悬丝诊脉。真碰了这女子的手，即便是她医好了对方，恐怕也不能善了。赵医官，怎样小女的病能医否？能医，只是什么？赵医官有话请说。恋爱患的是过敏病，我需要回家取药，眼下是没法医治的。赵医官，取药这种小事哪能麻烦你呢？你告诉我地址，我现在就派人去你家取。田老爷，你家下人能辨别药材吗？赵医官，这位叫冯正初，是你们县府的医官，他肯定能辨识药材，我让他去你家取。冯正初是灭了温家满门的冯狗医官，那少年应该就是他的儿子了，只是自己并没有得罪他们，他儿子干嘛仇视自己呢？莫非文慧被自己收养的事情暴露了？不应该啊，看来还有别的自己不知道的隐情。原来是冯医官，久仰大名，今日得见，真是三生有幸。幸会幸会。冯医官，你一不是我儿子，二不是我徒弟，代替我去取药材，这是不是有点不适合呀？要不你认我为干爹，或者拜我为师？怪不忘记你们医官这一行的师承之事，我现在就派人跟着赵医官回家取药材。田老爷，这家宅子的主人跟我相熟，弄了一身伤，我想带回去给他调理一番，不知道能否通融一二。赵医官，先前不知前六与你有救，多有得罪，还望赵医官多多包涵。另外前六所需医药费用，我田家全负责，并且额外给他50两银子的补偿，不知赵医官可满意？田福海面子给得很到位，赵小川也挑不出来理来，只能见好就收。没事了，怎么会没事呢？问那么多干什么？让你活着不好吗？好，谢谢川哥。而此时，田府正厅内，田震冲着老爹嚷嚷道：“爹，你就这么放赵小川他们离开？万一他反悔怎么办？”有周丹在，赵小川不敢生二心。还有，以后别再赵小川的叫，你要叫赵先生，或者是赵医官，他能配得上一句先生。当然，单凭悬丝诊脉这一手，就足够我们田家重视他了。要知道，那可是宫廷内的不传之秘，除非跟太医院特别亲近之人，
否则外人根本就学不会。顿能吧，既然他跟太医院有关系，又有高超的医术，怎会落到云安县这么一个穷困之地？高人自有高人的算计，我们不要多打听，配合就好。而且这才是我们的机会，他落难时，你多帮帮他，等他辉煌之日，你也会跟着平步青云。投资几何？他需要帮忙，我们伸出援助之手；他不需要，我们也别靠近，免得坏了他的计划。当然，一切还要看他对你妹妹的医治情况，倘若治不好，杀了就是。是。与此同时，冯正初刚刚回到家，就把桌子上的茶杯摔了个稀碎。对，你别生气，这赵小川我来对付。你对付？你拿什么对付？那小子可是懂得悬丝诊脉，整个大魏王朝唯有太医院的医官才具备那种本事，他能会？你想想其中的干系吧。对，你想多了，我跟那赵小川非常熟悉，他就是一个二流子。你还真认识他？对，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的要在那一房小妾吗？她叫柳梦如，就是赵小川的妻子。我为了得到柳梦如，早就把赵小川的身份背景调查得一清二楚，前段时间还借了我们家赌坊50两银子，他跟王世仁对赌，1个月内还不起，就卖身给我们为奴。我看也不用等1个月了，现在就去收债。收个屁！我平时教你那么多，都教到狗身上去了吗？现在赵小川得到田富海的看重，会差那50两银子？那就下黑棍。王世仁知道他家住在哪里，咱们派人悄悄摸摸的进去，宰了他，万事大吉。太冒险了。对，你的锐气哪去了？想当年你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，可是连温家一家都给斩了。如今咱们好不容易搭上田家这条线，只要我能娶田柔为妻，咱们冯家入主郡城也只是时间问题，那可是光耀门楣的事情。住口！告诉你多少次了，温家还有余孽没有清除，这件事情你就烂在肚子里，休要再提。我说冒险时觉得眼下不值当那么做，既然你对赵小川知根知底，那他极有可能在装腔作势，压根不懂得什么悬丝诊脉，肯定也医不好田柔。等那个时候，根本不用我们动手，田富海就能玩死他。若是赵小川侥幸医好了田柔，田家人自然会离开，等他们走了，咱们再好好收拾赵小川。还是爹英明。而此时坐在马车内的赵小川，一切并不知情。前六，我记得你说过要帮我还银子的，怎么过去这么多天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呢？哇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想说话不算话？没有，川哥，我是真的把你当成了兄弟，而且也在准备卖宅子了，只是有人不让我还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有人从中作梗，不让你帮我平债，意在我妻女？是谁？是冯俊仁。紧接着，前六就把所知的事情通通说了出来。冯狗医官的背景很深吗？很深，在云安县，他的地位仅次于县令。为什么？只是一个医官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势力？经年累月积累下来的。冯正初是个医道天才，18岁就以布衣之身考中了医官，差一丝便能进入太医院。这一待就是20-30年，县令换了好几个，他却一直没有换。反正在咱们云安县，他是仅次于县令的存在，没人敢招惹。我本来是要卖宅子给你还债，结果冯俊仁把我暴揍一顿，威胁我说再敢帮你，就把我剁碎了喂狗，所以这段时间我才没敢去找你。赵小川点点头，没再说话，而是陷入了沉思。1个时辰后，赵小川回到家，刚好碰到从外面回来的柳梦如，他捂着脸，眼中还噙着泪花，而是说了句他去做饭，就钻到了厨房。紧跟着赵小川就追了过去，他清楚地看到柳梦如脸上有5道红肿的手指头印。谁打的？什么谁打的？我看家里好像是来客人了，你去招呼着，我赶紧做饭，别怠慢了人家。我问你的脸是谁打的？没有人打，是我不小心碰的。碰能碰成这样？你当我是3岁小孩啊？竟然想以这种话骗我！真没事，相公，你还是赶快去招呼客人吧。不一会，而是把赵小小喊了过来。小小，你告诉爹，你娘的脸是怎么回事？爹，这次真的不怪娘，她没有主动惹事，你别再打她了。是村长家的吴奶奶，我娘在她那里纺线，吴奶奶不是嫌弃这就是嫌弃那，一直唠叨我娘都没有理她。然后赵小小抬眼看了一下赵小川，后面的话没敢再说。小小，我没有要打你娘，更不会打你。我问你娘事情的经过，主要是看着她被别人打了耳光，心里不忿，想为她报仇。你告诉爹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要为娘亲报仇？相公，咱不报仇好不好？村长是咱们村地位最尊贵的人，咱们招惹不起。梦如，你是我的妻子，被别人打了，若是我不去帮你，那还算是个男人吗？梦如，看到那些人了吗？那是我请来的帮手，郡城的人背景深厚，对付一个村长不过是弹指间的事情，完全不费吹灰之力，所以你不用担心，跟我一起去报仇，他怎么打的你，你就怎么抽回来。周管家，我妻子被村长家的人打了，我打算带着她去找那人算账，你跟着我吧。好。秀英，滚出来！谁在外面大呼小叫？回老爷，是赵小川。那个二流子来干什么？秀英，他刚刚叫的是你的名字，你又招惹他了。我没有啊。
没有的话，他干嘛让你滚出去？我怎么知道？老爷，你是村长，难道还怕一个二流子吗？他都让我滚了，你不带人把他的腿打断，我不饶你。行，就依你。胡星夜完全没有把赵小川放在眼中，带着人去了门口。赵二流子，你在我家门口咋咋呼呼个什么鸡？皮又痒的，欠揍骂！赵小川，你竟然敢带人闯村长家，你眼里还有村长吗？赶快给村长赔礼道歉，磕头求饶，不然打断你的狗腿！一支箭直接定在了于秀英身前。老爷，你看，云满又拿箭射我。云马，混账，赶快把剑放下！弓箭无眼，杀了人，你是想偿命吗？云满，先把剑放下吧，我们是来讨账的，并非闹事。于秀英编排诬陷梦如，还打了他耳光，我也不强人所难，让他给梦如赔礼道歉，然后让梦如打他一顿出气，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。休想他一个下贱之人，有什么资格？是啊，云满又是一支箭射过去，于秀英直接下瘫在地上。要死了，要死了，我还不想死啊！竟然被躲开了，我再来。下下就挺好，他们真若不服气，再伤人也不迟。来人，上去把赵小川和云满擒获住，狠狠教训一顿，让他们明白这西平村是谁的天下。云满，射胡星夜的腿。赵二流子，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给村长动手，那就是以下犯上。你是想让我告到县府，把你下大狱吗？哼，真以为我会怕吗？官兵来了，我大不了一走了之，当个流民，等官兵离开，我再回来。真到那个时候，你自己掂量去吧。云满，你会跟着我一起逃吗？会，师傅去哪，徒弟就跟到哪里去。那你敢杀了胡星夜吗？师傅让杀，我必杀他。好，非常好。胡星夜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究竟让不让于秀英出来道歉？万一让赵小川跑了，他隔三差五来自己家闹腾一番，以后还怎么过日子啊？赵小川，你说话算话不？只要秀英道歉，你就离开，是吗？不错。好，我让他道歉。老爷，他赵小川就是一个二流子，柳梦如又是他买回来的贱人，我可是你的妾室，怎能给他道歉呢？老爷，你让人打他们啊！咱们家那么多人，肯定能打得他们屁滚尿流。一天天的净知道给我惹事，赶快去道歉，不然我休了你。于秀英哪还敢反驳，乖乖站出来道歉。对不起，赵小川，我不该打你妻子，在这里给你赔礼了。就这像是在道歉吗？能不能有点诚意？还有，你得罪的人不是我，而是我妻子柳梦如，你应该给她道歉，征求她的原谅。梦如，对不起，我给你道歉。五姨太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道歉我接受了，但耳光还没有还。梦如，你去抽他，把耳光还回来。相公，要不算了吧，他已经道歉了，再闹下去，咱们以后还怎么在西平村待啊？赵小川，你有完没完？我都已经道歉了，你竟然还不打算放过我？老爷，你看看他，这哪是息事宁人的样子？这分明就是要让你颜面扫地啊！你可是西平村的村长，就这么任由他骑在脖子上拉什么？赵小川，秀英已经道过歉了，而且他再怎么说也是你的长辈，卖我个面子，今天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。不等他把话说完，周安走上去，抬手就是一个耳光。你算什么东西？竟然还想让赵医官卖你面子？脸有那么大吗？赵医官，你想打谁尽管打，哪怕是把这一家人全部杀了，今天我也能给你兜底。你谁呀？凭什么打我家老爷？郡城田府管家周安。大人在上，小的不知赵小川跟你有关系，得罪了大人，还望大人不要见怪，你就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吧。周管家，不用麻烦你了，我只是想替妻子柳梦如出口恶气，没必要杀了人家全家。梦如，你也听到了，若不去抽于秀英，周管家可是会杀了人家满门的。哇！柳梦如支支吾吾，仍旧不敢动手。赵小川忍不住在心中叹息一声，果真是个善良的小媳妇啊。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文慧却站出来。恩公，我替姐姐教训他。也不等赵小川回话，文慧就冲到于秀英身前，就是一顿耳光。恩公，气出了吧？咱们回去吧。好，回去吧。周安还警告胡星夜，胆敢报复，灭他满门。胡星夜老老实实点点头，等人离开老远。胡星夜这才起身。老爷，这赵小川不是一个二流子吗？什么时候跟郡城田家扯上关系了呢？连周管家都亲自过来帮忙。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都是你个贱人，没事干嘛要招惹柳梦如？难道不清楚赵小川是个混人吗？老爷，我错了，你别再怨我了。你看看我的脸，都已经被打成了猪头，你就不能心疼奴家吗？我就这句疼你。那赵小川咋办？等着呗，我知道这个田府，他们只是办事路过咱们云安县，哪天就会离开。等他们离开之后，咱们再好好收拾赵小川。何况还有冯少爷帮忙呢，不愁对付不了区区一个二流子。还是老爷疼奴家，奴家最近又研究了一个新的招式，咱们赶快去试试。而此时另一边，赵小川准备好的药包递给了周安，还请赵医官亲自去县城给小姐医治。好吧。
1个时辰就到了目的地。田家的人早就在门外等候，同时还有冯家父子。赵医官，药配好了吗？配好了，现在就能给小姐医治。快请。田老爷，先让人把小姐闺房内的那盆五色梅搬出来。五色梅，赵医官，五色梅有什么问题吗？对，它就是病因，搬出来，小姐的病就能好一半。病因？五色梅虽然好看，但却有毒，长时间沾染容易引起过敏。我昨天给小姐诊治的时候就发现了，她的病大部分都是那盆五色梅造成的。什么？冯俊仁，若是我没有记错的话，那盆五色梅是你送给小女的吧？冯俊仁立刻就跪在地上，慌慌张张地说：田世伯明鉴，小侄只是听闻小姐喜欢花，特意寻来五色梅供她观赏，并不知道五色梅有毒啊！若是知道，借给我100个胆子也不敢把五色梅送给小姐。田老哥，这个我能作证，连我都不知道五色梅能引起疾病，更何况犬子了，他就不是学医的那块料子。哼，你冯正初可是官医，好赖是个官绅，我田富海不过一介商贾，高攀不起你们家，这事薄小之，以后还是别叫了，免得被人误会。周安，送客。田老爷，五色梅有毒，所知者甚少。冯少待在云安县这么一个小县城内，不知道也正常。不如咱们让他负责小姐的诊疗费用，也算是将功补过。你老就别再责怪他了。对，田老爷，恋爱所有治疗费用我全包。既然赵医官替你们求情，那这件事情就算了。小女因你们遭罪，就赔偿500两银子吧。多谢田老爷宽宏大量，我这就回家取银子。田老爷，500两银子恐怕不行。什么？赵医官，你这药材难道是金子做的吗？怎么会那么贵呢？不是金子做的，但却比金子还贵。要知道，小姐患的是过敏，不但脸上有疹子，就连身上也起了疹子，那些可都是有毒的东西。若不好好治疗，以后就会留下疤痕。你想想看，那么娇滴滴的一个大美人，若是全身上下都是麻子，谁还愿意娶她呢？就算迫于田家的威势，小姐嫁了人，可她自己能接受一身麻子吗？还怎么出门见人啊？赵医官，可有医治之法？田老爷尽管放心，我既然敢接榜，就能彻底医好小姐。为了不让她以后留疤痕，我特意用了南海的珍珠、西洋的红参，还有冰山雪莲的花蕊等等一系列珍贵药材配药。别的不说，单单是药材的价值就不止2000两。2000两可以抵得上他们田府1年的收入了。赵小川，一个二流子胡编乱造什么？我调查过你的情况，长这么大，你从来没有走出过云南县，如何得到南海珍珠西洋红参？你这是在欺瞒田老爷。你调查我？为什么要调查我？每天经历了那么多事情，吃饭睡觉上茅房，见什么人做什么交易，难道你都跟随着？你也调查得清清楚楚，请田老爷明鉴，我说的可都是实情啊。赵医官，2000两银子冯家恐怕真拿不出来。这样吧，五色梅是冯俊仁送来的，他有一定的责任，冯家1000两，另外1000两我们田家自己出。多谢田老爷体谅，我这就回家筹银子，保证在你们离开云安县城时把银子奉上。若是你们离开的早，我就把银子送给赵医官。对，那可是1000两银子啊，咱们就这么白白便宜了田家。不然呢？那可是田富海，郡城富商，连世家在郡城的分支都要卖田富海几分面子，我们可得罪不起。1000两银子啊，咱们家积攒多少年才能捞这么多，眼下就这么没了，想想就心疼。心疼什么？又不是拿不回来了，竟然还能拿回来？对，你不是说得罪不起田富海吗？钱既然进了他的口袋，他难道还会主动给我们？刚刚你没听赵小川说的吗？那些都是诊费，想来以田富海的为人，不至于私吞。等赵小川医好田柔后，肯定会把银子给赵小川。等田家的人离开云安县，就凭赵小川那个二流子，还不是我们想怎么拿捏就怎么拿捏吗？对，真高，佩服佩服。好好跟着你爹学，以后冯家还要靠你来发扬光大呢。是。柔只是皮肤性过敏，涂抹一些消炎止痒的药液就好。果真不到半个时辰。对啊，不痒了。田老爷，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忙，不能在这里久留。这是小姐未来3天的药，每天3次，1次1包，配合五色梅内液2片，加2小勺水捣碎，把汁液涂抹在小姐患处，3日就能彻底痊愈。赵医官稍等，我已经派犬子去钱柜取银子了，等银子拿回来，赵医官带着诊费再离开也不迟。田老爷，我那不过是跟冯正初开了个玩笑，区区一点药材，哪能真的价值2000两？我拿个悬赏100两就好。冯家的那1000两银子你也收着，算是我替小姐讨来的补偿。赵医官，你还真是个妙人，2000两白银对我田家来说也不是个小数目，我承你的情，你有什么需求尽管说，只要我田富海能办到的，绝对不皱一下眉头。田老爷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我想要1架马车，最好再给我2匹马，不知道田老爷能否满足在下？就这已经不少了。爹，我回来了，赵医官可有把我妹妹医好？已经无碍，再涂抹几天药液就能彻底痊愈。太好了，赵医官，太谢谢你了。说吧，想要什么？不用客气，只要我能够办到的，必定会给你弄得妥妥当当。哪怕是郡城第一花魁，我也能让他陪你睡觉。有我这个当爹的在，用得着你出面吗？赵医官说了，只要连续涂抹3天药液，就能彻底康复。
赵医官，银子取回来了，这些是给你的诊费，另外还有3匹马，1架马车。赵小川看了银子300两，他也没有推脱，想要起价，离不开银子。田老爷，我先回去了。看到赵小川回来，柳梦如就迎了上去。相公，咱们跟村长闹翻，现在我连个短工都做不成，林医官也不再收药材，家里开支又那么大，什么时候才能把欠王世人的钱还了啊？走，跟我去屋里说。梦如，这些银子你收着，留着以后盖新房。相公，你该不会做了什么违反令的事情吧？要不然怎么会一次性拿回来这么多银子？赶快还给人家，不然等人家报官查出来，咱们可都要掉脑袋啊！梦如，还记得我昨天跟你说的事情吗？田府的小姐生病，我医好了她，这些都是诊费，原本是要给我2000两银子的，我背不动，就少要了一些。治病这么挣钱，为什么咱们县城的林医官还有那个姓曹的医官都不算富有呢？他们医的大部分都是咱们县城的住户，还有一部分是农民，本来就不算什么富贵人家，能从他们身上捞到什么油水。而田府是真正的有钱人，人越有钱就越惜命，只要患病，医官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哪怕用一根普通的稻草给他医治，收10两银子，他也会乖乖的出，绝不质疑。相公，既然咱们现在有钱了，就先把欠王世人的那50两银子还了吧。我留的还有点钱，足够还账了。心中却相当不屑，还王世人钱门都没有。王世人不过是冯家少爷冯俊仁的狗腿子，冯俊仁看上自己的媳妇，然后就联合王世人设计陷害自己，坑了一张欠条，要卖妻女还债。既然住着人家的身体，就要让他直起腰板。欠账还了，你挣的也不止100两银子，是不是该考虑纳文慧为妾了？现在还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当初可是你说的，还了债再挣100两银子就纳了文慧，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啊！而且人家文慧一个黄花大闺女，一直跟咱们住在一个屋檐下，没名没分，传出去也不好听啊。再说你又是个属牛的，每天折腾的我要死要活，我也想找个人分担一下，休息几天。你看着办吧，我先去忙别的事情。相公竟然害羞了，真像是换了个人啊！希望相公能一直保持这种状态，那我就真的成了全天下最幸福的女人。这时候赵小川找到钱六，递给他50两银子。陈刚，你给我银子干什么？田家租赁你宅子的费用，那也用不了这么多啊。余下的是给你的补偿，打了你是他们的不对，这些钱就是平息你心中怨气的。田家不是认为我那是凶宅吗？怎么这么好说话了？我医好了田饶，怨不得你的宅子。你竟然医好了他？侥幸而已。川哥就是有本事，这些钱就留给川哥，你当本金，咱们一起做个营生。不赌了。不赌了，因为赌博，我把家产输没了，你更是要卖了妻女还赌债。对了，你还欠王世人50两银子的赌债呢，这个钱就拿去给他还债吧，咱们以后都不赌了，好好的生活。这些话倒是让赵小川对钱六刮目相看，够资格当自己的兄弟，以后就跟着我干吧。贩卖药材被断，得搞点其他东西出来。赵小川首先想到的就是青霉素。大魏王朝因为禁药的缘故，导致医疗水平差的不成样子，青霉素绝对能风靡一时，成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。于是把橘子、蔬菜还有馒头分开放置在一个阴暗潮湿之处，等待它们长出青霉。其次是先酿酒，大魏王朝的酒也就比清水强了一些，连现代的啤酒度数高都没有，还酸得跟醋一样，而且杂质也多得不行。赵小川直接用最野蛮粗暴也最简单有效的方法蒸馏。陈刚，你这是干什么？那可是酒啊，一坛子最低也值1两银子啊，你怎么能给煮了呢？那不是败家吗？我在制新的酒。制新酒？酒不是酿出来的吗？怎么还能制呢？那种酿的酒能喝吗？酸得跟醋一样。我在制造烈酒。一滴滴散发着浓烈酒香的液体滴落在下面放置的坛子里。这酒怎么那么香？等着吧，我做好之后先让你尝2口。钱六不再开口，赵小川见他好奇，就顺便给他讲解其中的原理。这时文慧也进来了。恩公，我能尝尝吗？尝吧，这个酒有点烈，一次性别喝太多。得到赵小川的允许，他抱着坛子就猛灌了2口，仅仅2口，文慧就喝不下去了，脸也憋得通红。陈刚，给我也尝2口呗。你们一个个的怎么就不听呢？我已经说了，这酒非常烈，喝得猛容易呛到，要小口小口的喝，细细品味。陈刚，这酒太好喝了，比我喝过的所有酒都好喝，你多制一些，以后我的酒你管了。你买得起吗？恩公，这酒你打算卖多少钱一坛？我也不清楚。恩公，我觉得咱们应该卖100两银子一坛。卖那么贵，谁买得起啊？怎么买不起？咱们县城舍得买这种酒的人很少，但郡城呢、州府呢，甚至是京都，有钱的人多的是，只要酒香，再高的价格都不愁卖。我听说皇帝喝的酒都要成千上万两银子一坛呢，说不定还没有恩公做的这个酒好喝。恩公，你把这个酒交给我，我去帮你卖。先不卖。为什么啊？这种酒名不经传，你直接卖100两银子一坛，恐怕没人会买账，所以要先送，而且还不能在县城送。
县城太穷，根本买不起，就算买得起，也肯定不舍得花100两银子买一坛子酒，要往郡城、州府那边送，等把那些人的口养刁，再收费，他们就算不买，也会忍不住。听到这一席话，文慧没想到恩公不但懂得医术，连商贾之道也如此精通。田家的人还在县城，明天先赠送给他们1斤。川哥，外面来了一人一骑，像是冲着我们这边来的。文慧，你先躲起来。李虎，带着家伙跟我到门口看看情况。少爷，你怎么来了？莫非小姐的病又有新的情况了？赵先生，你怎么对自己那么没信心啊？我妹妹经过你的医治，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就连身上的疹子也在慢慢消退。我现在来主要是想向你辞行。辞行？走这么急吗？家里出了点变故，需要我爹回去处理，耽搁不得。我家住在郡城的东街，你以后若是碰到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，可以去郡城找我，或者是找我爹都行。实在抽不开身的话，就让人带个话过去。你医好了我妹妹，就是我们田府的恩人，但凡你有麻烦，我们田府绝对不会坐视不理。走了。等等，田少爷，请等一下，我有件东西想赠送给田少爷。送我东西？你一个穷乡沟子里出来的二流子，能有好什么东西？紧接着，赵小川抱着一个酒坛子过来，递给了田少爷。谢谢赵先生了。等赵小川回到厨房，就看到柳梦如也在，好像在寻找什么。相公，这是贡酒的味道，咱们家怎么会有贡酒呢？梦如，你怎么知道贡酒？我自然知道，而且我还喝过。紧跟着柳梦如的神色就变得不太自然，脸上满是自我怀疑。我竟然喝过贡酒，在哪里喝的呢？疼，脑袋疼。还不等他想起来，疼得额头都冒出了冷汗。梦如，别想了，这不是贡酒，只是为夫自己做的酒，不过已经送给了田震，等回头我再做一些，让你尝尝就知道了。赵小川可不敢再刺激他，让文慧扶着他回房休息。等他们离开后，赵小川却不淡定了。柳梦如竟然知道贡酒，而且还喝过。贡酒是供给皇帝的酒，唯有跟皇室沾边的人。莫非柳梦如跟皇室有什么关系？原主真特么是个极品，随便买个媳妇，竟然能买到跟皇室挂钩的人。看来想老老实实当个富家翁是不可能了，必须抓紧培养自己的势力。算了，不想这么多了，还是去鲁家看看，看看鲁修的进展如何。赵小川刚出门就和鲁大山打个对面。赵家小子，你给阿修的样式图究竟能不能做出来你说的那种弩箭啊？肯定能啊，不能的话，我给他干嘛？那你赶快帮把阿修，他已经在作坊连续待了好几天，再这么下去非出人命不可。我这就去。赵小川刚到门口，就看见鲁修仍旧在忙碌着，头都没有抬一下，完全沉醉在自我意识当中，似乎不知道有人进来。鲁修，我只是让你做一把弩箭出来，可没想要你的命。赵小川，你给我画的样式图根本就做不出来连发的弩箭，只能是单弩。单弩？你做出来了吗？可以先让我看看吗？赵小川看了一下，的确是单弩，想要发射第二箭，必须要重新拉弦，重新装箭矢，这不是赵小川想要的结果。鲁约，我输了，你把云满领走吧。鲁修长出一口气，然后就如同泄气的皮球一般给他下去。阿修，你怎么了？鲁叔，你放心吧，阿修没事，他只是太累了，睡一觉，明天就能好。我一会再让胡子送过来一只兔子，你给他好好补补。赵家小子，我家阿修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跟你没完。赵小川见鲁大山离开，就开始画图，根据自己记忆，把诸葛连弩画了个大概。几个小时后，赵小川回到家，文慧把他制的酒拎了出来。你这个应该是火候没有控制好，不要猛火，那样会把水分也蒸发出来，得到的酒就没有那么烈。相公，咱们这个酒叫什么名字？对，恩公，我们这个酒那么香，必须得起一个响亮的名字。川哥，这酒那么香，就像是神仙喝的一样，咱们直接就叫仙香酒。好名字。但却没有立刻点头，而是陷入了沉思。卖东西不能光靠品质好，还必须要有一个不错的背景故事，才能打造出来品牌效应。这时候赵小川一下子就想到了思乡，此酒名为相思，喝一杯就能让人想起故乡，想起亲人。还真是啊。从明天开始，文慧负责制酒，钱六在旁边帮衬着。云满呢？恩公，云满被隔壁村的村长叫走了，听说后山出现了猛虎，隔壁村的村长组建了打虎队，把周围的猎户全部集中在一起，逮的兔子都送回来了，有30多只呢。出现了猛虎，会不会有危险？不会，打虎队有20多人呢，而且猎户居多，余下的也是青壮，运气好点还能把老虎杀死。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听说打虎队出问题的。赵小川听后这才放心睡觉了，而此时冯家的父子却睡不着了。田家离开的时候，派管家到他们府上一趟，带走了1000两银子。军人，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必须要整死赵小川，他活着，我出不了这口恶气。你放心，我已经想到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你知道为什么田府敢让赵小川一个二流子给田柔治病吗？为什么？
因为莲华那个老东西，前段时间妙手回春堂有一位患者晕倒，莲华无计可施，是赵小川出面救了那个女子。莲华那个老东西就觉得赵小川医术高超，不但给他开具了药材售卖的官文，更是把他推荐给田福海。你的意思是他在售卖药材？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。莲华因为这件事情还把一等学徒陶吉安给赶出了妙手回春堂，这一切都是陶吉安说的，而且陶吉安还会帮我们偷走官文。我答应他，事成之后让他来咱们医馆当一等学徒，官文被盗走，咱们就能去县衙告状，有县令出面，赵小川绝对逃不出他的手掌心，就跟当初的温家一样，斩他满门。我不求别的，到时候爹你在县令老爷面前多多美言几句，别杀赵小川的媳妇柳梦茹，我留着她有用。天天净想着女人，迟早会死在女人的肚皮上。这件事情就按照你说的来做，必须保证万无一失，就算失手也要把自己摘干净，别牵连进去。你就瞧好吧，这只是我准备的第1计，若是此计不成，还有第2计呢。第2计是什么？我请了马九。军人，你怎么请动马九的？就算是你爹我出面，想请动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我答应他，事成之后给他100两银子。你个混账，那可是100两银子啊，能买很多家奴了，你怎么能白白便宜马九那种人呢？只要能弄死赵小川，100两银子又算得了什么？我已经打听过了，田家离开之时给了赵小川300两银子，外加3匹马，1架马车，而且马都是精壮的好马，总价值加起来绝对超过500两。给马九100两，咱们还能留400多两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说得对，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。第2天一大早，鲁修就跪在赵小川门外大喊：川哥，阿修前来请罪。前这名男子刚穿越古代，就画出了诸葛连弩的样式图，然而第2天却引来同村木匠拜师。相公，阿修在门外叫你，你赶快出去看看怎么回事。阿修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赌约我已经输了，你怎么还负荆请罪了呢？不，川哥，你没有输，输的人是我。什么意思啊？莫非你已经做出来弩箭了？还没有，不过你新画的样式图非常不错，跟我之前想的基本一致，给我3天时间，我肯定能做出来。你确定？我画的是诸葛连弩，鲁修竟然能看懂，还能做出来，莫非他是机械这一块的天才？确定，我之前就是那么设想的，但一直不知道该如何下手，直到看到你画的样式图，我才明白，所以打赌川哥没有输，输的人是我。别提打赌的事情了，既然能做出来，那就赶快做吧。需要什么尽管跟我说，我现在有马匹，去县城购买也方便。还真需要牛皮，多多益善。若是川哥银钱足够，最好是买牛筋。还需要什么？别的就不需要了，我家都有现成的。成，吃过饭我就去购买。阿修，想不想跟着我干？跟着你干什么？打猎那一块有阿满帮你，哪还用得着我？当然是做木匠，帮我制作东西了，材料我出，甚至我还能帮你画样式图，你只需要按照我的要求把东西制作出来就行。每个月给你1两银子，怎么样？什么？鲁修大吃一惊，1两银子对于他来说简直就是一笔巨款。这会不会太多了？1两银子不过是正常的月钱，若是你能把我设计的东西做出来，还有额外的奖赏。当然，跟着我有一个前提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不能背叛，一旦背叛，那就是我赵小川的仇敌。川哥，要不你收我为徒吧，成了你的徒弟，我一辈子都不会背叛你。好，我收了你。不过我这个人对木工这一块了解不多，你可能学不到什么东西，这个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师傅在上，请受小徒一拜。鲁修哪管那么多呀，单单是一个弩箭就把他折服了，早就想拜赵小川为师，眼下赵小川主动让他做工，他可不会错过这个机会。只需要你认认真真完成我交代给你的任务就行。如今咱们的第一要务就是要把弩箭做出来，这2天我给你帮忙，咱们尽快做。就这样，转身2个就投入到工作当中，2人合力，到第2天才算完工。师傅，给这种弩箭起个名字吧，就叫诸葛连弩吧。连弩我懂，可诸葛只是一个姓氏，咱们干嘛要带上呢？要不叫赵氏连弩吧？这可是师傅发明的弩箭。不，图纸是我通过一位姓诸葛的人描述的来的，叫诸葛连弩也算是尊敬人家的产权。师傅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你继续做诸葛连弩，我带着这把诸葛连弩回家，给云满一个惊喜。等赵小川回家后，只见云满还没有回来。此时赵小川有些犯嘀咕，这都过去2、3天了，云满竟还没有回来，该不会出事吧？这种念头扰得赵小川晚上心烦意乱，觉都没有睡踏实。而此时赵小川听到院子里传来一声闷响，谁？赵小川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，拿起诸葛连弩就冲出了房门，然后他就看到一条黑影准备逃走。赵小川抬起诸葛连弩，搬动拉杆，直接射中那人。救我，快救我！竟然还有人！赵小川急忙冲了过去。来人啊，快来人啊！有贼人夜闯赵家，赶快来人帮忙啊！钱六，怎么回事啊？你吵吵什么呢？
嫂子，不好了，有人从墙头跳到院子里面。我们这穷家破院能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？被贼人惦记啊！都是穷苦人，给他们一口吃的。姐，你去西屋照顾着小小，我去外面看看情况。门外，赵小川正警惕地看着四周，听到动静，他立马转身，诸葛连弩直接就对准了文慧。恩公，是我。川哥，我来了，贼人在哪里？健步如飞，顷刻间便来到赵小川他们面前，正是李虎。川哥，怎么回事？我也不清楚，你先去四周警戒，我把这些人拖到屋里面审问一番。到了屋里，赵小川这才看清他们真容。陶吉安、王世仁，你们深更半夜闯入我家干什么？赵义官，求求你不要杀我，我也是被朱由蒙了心，才会听冯家的指派来偷盗官文。你要报仇就去找冯家，和我并没有什么关系。赵小川没搭理他，又提审了王世仁。王世仁，让我来猜猜吧，你背后靠着的是冯家，不管是上次在赌坊我输掉的银子，还是这次来我家盗取官文，都应该是受到冯俊仁的指派。我说的对不对？王世仁并没有理会赵小川，而是撩开裤子查看自己的宝贝，东西被射掉了一层皮，鲜血直流。完了完了，我的宝贝坏了，以后该怎么办啊？只掉了一层皮而已，我能医好，只要你告诉我真相，并且帮我指认冯家父子，我就能给你医治，保证你以后还能活蹦乱跳，杀伐一整晚都不是问题。你确定能医好我？必须能。你在云安县也有点门路，应该听说过我的事迹。在妙手回春堂，我医好了一位垂死之人，连林华都对我的医术佩服有加，欲拜我为师。在前府，我医好了连冯正初都奈何不得的过敏疾病，他们的疾病那么难缠都能被我医好，你这一点小小的问题完全不是事。你先跟我说说治疗情况，若是我觉得合适，真的能医好，我就全盘托出，甚至还帮你对付冯家。简单。赵小川想起了前世看到过的一部知名影片，直接就拿出来举例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这时周围的邻居也都被惊动了，可一个个以为是土匪来了呢，全都躲在家里，灯都不敢点亮。唯有鲁修来了，手中还拿着一把镰刀，气喘吁吁地飞奔过来。师傅，土匪在哪？我来帮你了。哪有什么土匪，不过是一些贼人罢了。你来的刚好，给我2张纸，还有笔，我让他们写下罪状。一切搞定之后，天已经蒙蒙亮了。赵小川请李守帮忙驾车，带着他们直奔云安县城，状告冯俊仁。启禀县老爷，为草民做主啊！见到县太爷还不下跪，想挨板子吗？草民有官文在身，可以不跪。赵小川，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本县令做主啊？回县老爷，草民家昨晚遭到了贼人入侵。赵小川把事情简单的解释了一遍。大胆刁民，竟敢夜闯民宅行窃，来人，先重打30大板。古代断案这么草率的吗？县太爷明的，草民也是受人指使，并非有意而为之啊。道就是道，何来受人指使之说？回县老爷，是冯俊仁他想要草民偷走赵小川身上的官文，然后状告他没有凭据就贩卖药材。县老爷，你可一定要明察，为草民做主啊！竟有此事！此时黄丰年皱着眉头道，心中却乐开了花。冯家终于抓住你的小辫子了，田府能从你们手中坑走1000两白银，我就少坑一些，600两总行吧？有了那600两，自己被提升的路就又近了一成。来人，去把冯俊仁带上来。陶吉安，你可是妙手回春堂的1等学徒，怎么也成了盗贼？禀县太爷，是这么回事。陶吉安更加不敢隐瞒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交代得清清楚楚。原来也是冯俊仁指派的。不多时，冯俊仁就被带上来了。县令老爷，草民冤枉啊！草民正在睡觉，不知何时要把草民抓到县衙。哼，你竟然还敢狡辩！县令老爷，草民没有狡辩，只是想问清楚个缘由。你指派王世仁、陶吉安去西平村赵家盗窃赵小川的官文，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还有口供，就算你说破天也没有用。来人，把他押入大牢，择日赐配充军。王世仁、陶吉安等收回竹牌，择日送到牙行发卖，永生为奴。赵小川，你的官文并没有被盗走，也无其他财产损失，无需补偿，且回去吧。大魏王朝这办案效率也太快了吧！有口供，有画押，也不怎么询问，直接就能结案。若是如此，倒是可以利用一下这种简单直接粗暴的断案方式，再坑冯家一把。出了县衙，赵小川则骑马回西平村，不到晌午他就到家了。文慧，你还记得冯家的官印吗？不记得，当时他给我爹出具的官文盖的是私印，我并没有见过他家的官印。恩公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想帮你平反。若是能知道冯家官印的样子，咱们仿造一个，盖上印章。黄县令办案又如此草率，肯定能把冯家击垮。可我们不知道冯家的官印啊。别着急，慢慢来。咱们既然能把冯俊仁整到牢里面，他老子自然也不例外，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。而此时另一边，冯家却炸锅了。择日赐配充军的消息传到冯家人耳中，冯正初立马提着重礼去找黄丰年。
楚啊，你是县府的医官，咱们一直相处的都不错，我也不想为难你。可人家赵小川不但有人证，还有口供，口供上还画的押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我也不好偏袒郡人。现在木已成舟，想要释放，着实有些为难，必须要上下打点，封住悠悠众口才行啊。打点是应该的，黄县令，你说个数，只要我们冯家能出得起，就绝对不会让黄县令白忙活。1000两。黄县令，1000两是不是太多了？很多嘛，冯郡人的事情已经定型了，想要销毁卷宗，必须要去郡城找郡守。1000两也只是能让我踏进人家的门槛，人家卖我面子，兴许就松口了。若是不卖我面子，你还得继续加银子，也就跟你关系近，我才找你要了个入门费。换成旁人，就算给我5000两，我也不会帮忙。多谢黄县令体恤，我现在就回家筹备银子，还望黄县令多照拂一下犬子，免得他在牢里面受罪。好说，好说。而此时赵小川不知道这些内幕，吃过午饭他就去了隔壁村。云满一连几天没有回来，竟有些担心。赵小川刚到下村，就得到了坏消息。村长，老虎又下山了，不过这次没有冲到我们村子，反而是向着西平村过去了，咱们要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赶快带着人去西平村。现在正值秋收，若是粮食被猛虎糟蹋，税收交不上去，冬天一到，不知道又要死多少人呢。云满，跟我走。两人飞奔回到西平村，所幸家人都在，关上门还不放心，又把堂屋内的方桌搬出来，抵在门后。就在这时候，外面有人喊：不好了，老虎进村了，大家赶快躲起来。梦如，你们赶紧去里屋。说完，赵小川几人拿着家伙守在门后，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。而此时云满显得有些焦急。云满，你乱撞个什么劲？有什么话就直接说。师傅，我想出去。出去干什么？老虎已经进了我们村子，你现在出去，万一跟老虎碰到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师傅，我不但是个猎户，更是打虎队的一员。老虎进村肯定会行凶，我必须跟打虎队的兄弟待在一起，合力尽快把老虎赶走，这样才能减少人员伤亡。好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不行，相公，老虎太凶猛，你去了。不用担心，我自有对付老虎的办法。文慧也想阻拦，可听到这话，她眼睛就闪过了亮光。恩公是个能人，说不定真有办法。师傅，你不能去，我是打虎队成员，去帮忙理所应当。你去干什么？我是你师傅，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喂老虎吧？行了，就这么定。赵小川简单讲解诸葛连弩使用方法，就把诸葛连弩递给了云满。说完，又把之前培养的青霉素给搞了出来，灌到2只兔子腹腔内就出门了。刚出门就碰到了打虎一名队员。老虎呢？跑到前面去了。那方向怎么像是村长家呀？果真，没一会，众人就到了村长家，离老远就能闻到血腥味，还有尿骚味。赵小川看到，在村长家的院子外面有一只猛虎，非常健硕，跟牛犊子似的，得有500斤。而此时村长胡星夜被吓尿了，身子还在不断的发抖，嘴里不停念叨：你的孩子已经还给你了，凶手也已经被你吃了，虎爹爹，饶了我吧！大家别轻举妄动，这老虎被激怒了，咱们肯定救不了胡村长，只希望他吃了胡村长之后能平息怒火，那会咱们再射箭，尝试着把他驱赶走。全哥，我们总不能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老虎把村长吃了吧？阿满，我也不想，可眼下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那老虎脚边有一只虎崽的皮，应该是你们村长家的什么人捕杀了虎崽，并且吃了。这老虎是来报仇的，为了整个村子的安危，只能如此。师傅，这把弩箭能射死老虎吗？不能。就在他们说话之际，老虎猛地扑向了胡星夜，云满没有控制住，扳了一下诸葛连弩的扳手，一支箭矢射中了老虎的前腿，老虎吃痛跌落，虎躯重重砸在胡星夜身上，爪子如同钢钩一样嵌入胡星夜的身体，疼得胡星夜大声惨叫。云满，你这是要把大家都害死，所有人缓慢后退，找到隐蔽之处再进行射箭驱赶，一定不要逞能。这猛虎的虎崽被杀，他此时处在暴怒状态，谁逞能谁死。师傅，你先跑，我挡一阵。赵小川猛然想到兔子，伸手就把2只兔子使劲扔到老虎面前，果然老虎直接把2只兔子全部吃了。你喂它兔子干什么？这老虎正凶，吃了东西沾染了血腥，会激发它的凶性，更不好对付。兔子里面我装了药材，试试能不能把老虎毒倒。有毒药，多久能见效？我也不清楚。就在这时，一声漏气的声音传来，老虎在拉稀，毒药起作用了，等会它就会上吐下泻，全身疼痛，甚至休克。不多时，他就彻底没劲，摔倒在地上，连怒吼都发不出来。老虎被毒倒了，太好了！全哥，趁着老虎虚弱，抓紧时间制服他，别等会药效退去了。夏全点点头，直接走了过去，
抡起棍子对着老虎的脑袋就砸了过去。下村的村长夏季过来，他才停手。小泉，你竟然能打死老虎，真英雄也！村长，老虎不是我打死的，是赵家小子，他用毒药把老虎毒死的。而此时赵小川已经去了村长胡兴业那边，正在查看他的伤势。没救了，胯骨断了，胸骨也断了好几根，呼吸彻底停止，准备后事吧。让你们闲着没事偷老虎的崽子吃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告到县老爷那里。你们胡家都等着受惩罚吧。赵家小子，这老虎你打算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吃了呗。虎皮清理之后，还能做件衣服御寒。赵家小子，就算你现在有点家底，也不能这么浪费啊！这老虎若是放到县城，怎么也能卖个几十两银子，而且上报县衙还有30两的赏银。还有这种好事，我不知道。多谢夏村长告知。赵先生，你那种毒药还有吗？没有了。这可怎么办啊？被你毒死的是一只公虎，胡村长家人猎杀的是虎崽，肯定还有一只母老虎，他找不到自己的孩子，肯定会发疯。万一再跑到村子里，没有毒药的话，咱们该如何抵挡啊？竟然还有老虎！现在老虎还在山上，咱们就先下手为强，制作陷阱，把老虎坑杀。陷阱能坑杀老虎？怎么不能？把坑挖得大一些，下面埋上。不等他说完呢，云满就在旁边直接打断。师傅，老虎已经除掉了，咱们还是赶快回家吧，免得师娘他们担心。赵小川很快明白，这小子是担心技能外传啊。全哥，来时我家那人非常担忧，现在是时候回家给他报喜了。坑杀老虎的事情，等回头我交给云满，让他带着你们去猎杀。公，你可以娶我为妾了吧？文慧妹妹，既然你真心要嫁给相公，我们就挑一个良辰吉日，帮你们2个完婚。全凭姐姐做主。好，明天我就去找隔壁下村找夏季村长商量，让他帮忙挑一个好日子主持你跟相公的大婚。此时赵小川明着不关心，暗中也极为欢喜。现代社会没实现的梦想，没想到在古代实现了。还不等赵小川开心一会呢，外面就传来了惊呼声。赵家小子不好了，马九扬言让你洗干净脖子，等着他来宰。李叔，你是不是听错了？我不认识叫马九的人，他干嘛要针对我呀？因为冯家冯俊仁说了，不管花多少两银子，必须要取你的性命。又是冯家，看来把他儿子弄进去，冯正初仍旧不吃痛啊。李叔马九都这么大张旗鼓的要杀了我，官府难道不管吗？怎么管？马九每年给县太爷的银子都数不过来，县太爷自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赶快想想办法吧。我能有什么办法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不对呀，冯俊仁他不是被关到大牢，择日赐配充军了吗？那些不过是搪塞，我们的话不能当真。咱们的县太爷就是一个见钱眼开的主，听说冯家筹集了1000两银子，然后县太爷就把冯俊仁给放了。黄丰年只是区一个7品县令，就能无视规则吃拿卡药，连赐配充军这种事情，他都敢用银子来摆平。赵家小子，赶快收拾东西逃命吧！李叔，西平村是我家，我是不会逃的。他马九不来，则以若是赶来，我定让他有来无回。李叔，你放心吧，我师父可是打虎英雄，难道他有老虎厉害吗？什么？云满指了指地上老虎，那就是我师父打死的老虎，得有500斤呢。赵家小子能打死这么大的老虎，前途不可限量啊！既然你有对策，我也就不再说了。这2天别让李虎回家了，他有点蛮力，留下来也能帮你点小忙。你不怕被牵连？咱们都是一个村的，理应同气连枝。他马九要想欺压我们，也得问问我们手中的拳头答不答应。我就先谢谢李叔了，正好我这还有2只没有宰杀的兔子，你带回去改善一下生活。李手也没客套，拎着兔子回了家。赵小川却高兴不起来。马九手底下有20多号人，自己这边就3个人，倒是可以用诸葛连弩，但对方人多，诸葛连弩只能连发10支箭矢，还不一定全部射中。若是打虎队能帮自己的忙，绝对能事半功倍。云满，你说我若是想请下全他们帮我对付马九，能不能请动？肯定能。为什么？马九在咱们云安县城就是一个祸害，欺男霸女，无恶不作。当初全哥的娘亲跟着他爹去县城卖兽毛，被马九看到，强行霸占，他娘亲以死明志，他爹也被打成重伤。马九与全哥有不共戴天之仇，竟然还有这种事情。如今师父给他机会报仇，他肯定会答应。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主角光环吗？瞌睡来了就给送枕头。云满，你去下村请下全过来一趟，让他带几个靠得住的人，别告诉他咱们要对付马九，就说我打算把捕杀老虎的陷阱制作之法告诉他们。师傅，捕杀老虎的办法可是你的独家秘术，怎么能轻易授予旁人？你师傅的本领多的是。再说，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，不给人家点好处，人家凭什么死心塌地的跟着你啊？赶快去吧。云满这才离开，嘴里仍旧嘟嘟囔囔，发泄着心中的不满。好在田家给的金疮药不错，
涂抹之后已经结疤，我用烈酒给你杀菌消毒，再有个3-5天，你就能行动自如。烈酒喷洒到伤口处，前六就传来杀猪般的吼声。怎么回事？才几日未见，赵先生家都开始杀猪了吗？就是这种酒香。说完，周安急忙冲了过去，一把从赵小川手中把酒坛子夺了下来。赵小川，你这个败家玩意，竟然把这么好的酒洒到他身上，简直就是在暴殄天物啊！这酒能杀菌消毒，洒在伤口上，以免感染。周管家，你怎么突然来了？感染又能如何？顶多就是晚几天好，也不会要人命。这酒可是真品啊！你知道价值几何吗？竟然用在这么一个废人身上。他不是废人，是我兄弟。是兄弟也不行，这酒放在郡城，一坛子能卖1000两。多少？1000两。茅台来了都得说一声佩服。好一阵，赵小川才平复了内心的激动。周管家，这就是一坛子酒，怎么能卖那么高的价格？赵先生，你是不清楚啊，这酒连许九官都赞不绝口，说从来没喝过这么好喝的酒。许九官可是专门为皇帝品酒的官员，得到他的称赞，1000两都是少的。许九官是谁？许九官原名徐天华，是专门为皇帝品酒的官员，正七品。这特么什么皇帝，品个酒都能品出来一个官当当，而且还是正七品，相当于县令的职位了。赵先生，你那酒还有多少？我再买2坛，这是银票。好，我这就给你拿。赵先生，我得赶回去复命了，而且那位许九官还等着喝酒呢。好，周管家慢走。说完，急急忙忙的离开了。看看，我不知道相思酒这么贵重，糟蹋了你的银子。糟蹋什么糟蹋？再说，这酒就是我们自己制造的，成本价几何你比谁都清楚。几个小时后，云满也带着人回来了。赵小川则直接先教他们捕杀老虎的办法。我们在老虎经常出没的地方挖深坑陷阱，陷阱里面钉上削尖的树枝，一旦老虎跌落进去，就算刺不死它，它也没法再逃走。夏全等人听得频频点头，对赵小川更加是赞不绝口。闲事唠完了，咱们该说点正事了。你们愿意跟着我干嘛？跟着你干。赵先生，你家也没有土地，打猎有云买一个徒弟就够了，我们跟着你干什么呢？保护我。马九扬言让我洗干净脖子，等他来宰杀。你们也看到了，我家人手太少，恐怕对付不了马九，所以想请你们帮忙。赵小川又把得罪冯家的事情说了一遍。冯家是官绅，你们若是害怕，可以直接离开，就当我没有说过这话。怕个球！说实话，我早就想收拾马九了，要不是夏村长拦着，我直接拎着刀冲到马九的老巢，把他大卸八块。师兄说的不错，我也正有此意。至于你说的冯家，他虽然是个官绅，没有什么实权，就算我们杀了马九，他也奈何我们不得。另外2人没有说话，却看向了夏全，等待着他表态。你们回去吧，这是我和赵先生跟马九之间的恩怨，你们不便牵扯进来。全姐，我当初去当兵的时候，家里全靠着你爹娘照顾，也就村长拦着不让我们报仇，否则的话，我也杀到马九家了。好，既然你们都决定了，那咱们就一起干。志学哥会骑马，由你骑马去县城监视着马九的一举一动，一旦发现他们大举赶往西平村，立刻跑回来汇报。我们几个人连夜去后山挖陷阱。马九的事情不小，但老虎的事情也不能忽略。逮到老虎之后，我们才能安安心心的对付马九。赵先生，你觉得我这么安排如何？非常不错，全哥，我说的让你们跟着我干，并非单单指这次的事情，而是以后都跟着我。以后，赵先生，你是担心我们这次杀不了马九吗？放心吧，只要他敢来，我必能一剑要了他的命。马九只是一个开胃菜，不足为惧。我自己新制的酒，我已经找到了买家，但却没有运送的人手，我想让你们帮我运送。赵先生，你是想招护卫？差不多吧，也不会让你们白干。我每个月给你们500文钱，另外还管饭，每天3顿，顿顿有肉。我跟着你干。不如小小怎么在这里睡？我让他来的，你去西屋跟文慧睡。什么呀？你整天那么折磨我，就不许我休息2天啊？再说文慧掌握了咱们的酿酒之法，又答应给你当妾室，你要尽快把生米煮成熟饭，免得以后他反悔，带着酿制之法跑了。别愣着了，赶快过去吧。而此时文慧知道赵小川要来，脸上涂抹了淡淡的胭脂水粉，白里透红，娇俏可人，就连床上也铺着一块白色的方巾。这时赵小川走了进来，文慧没有再迟疑，壮着胆子上前。当家的，我来给你宽衣。说着，他的小手就伸到赵小川身上，赵小川拦腰就把他抱了起来。既然穿越到这个时代，人家又主动投怀送抱，那就不要怪我了。而此时躺在草棚内的钱六听到从西屋传出来的声音，内心也不由得一阵火热。我是不是也该找个媳妇了？第2日，赵小川没有听到大公鸡的叫声，却听到了云满激动的声音：师傅，师傅，我们抓到老虎了！相公，云满回来了，你赶快出去看看吧。云满，现在才什么时辰？你咋呼呼个什么劲啊？
吵到为师睡觉了，知道吗？师傅，我们抓到那只母老虎了。你是不知道，我们刚刚挖了陷阱，人还没有走多远呢，就听到后面传来一声闷响，就看到这老虎已经跌入陷阱，身上被刺了好几个窟窿，已经奄奄一息了。不错，等吃过饭，咱们一起去县城把它们卖了，得到的银子你们几个分。川哥，这可使不得，捕虎的办法是你提供的，我们只是干了点活。云满又是你的徒弟，不能要钱。行吧，回头多弄点酒喝就成了。吃过饭，赵小川等人赶往县城。先去的县府领赏银，赵小川不想露面，便让云满代替他去领。县令黄丰年看到被打死的2只老虎，不断夸赞云满，很爽快的给了银子。云满，你来我这当衙役，月前给你到300文。县令大人，都是打虎队的功劳，我就先走了。云满刚刚离开，下村村长就走进了县衙，把西平村村长之事说了一遍。好他个胡星夜，霸占村长的职位却不干人事，竟然怂恿自己的姨太太捕杀虎仔，还带回家煮了吃，惹得猛虎进村，酿成大祸，死不足惜。来人，去一趟西平村，抄了胡星夜的家，把余下的人全部带到衙行发卖，永世为奴。黄县令，如今西平村村长死了，谁来当村长呢？秋收过去后就要交税了，没村长主持，这怎么办？我记得打虎英雄就是西平村的吧，叫云满，那小子有前途，年纪轻轻就猎杀了2只猛虎。回头我下一个任命文书，由他来担任西平村的村长。夏季然后又汇报了一下下村的情况，便告辞离开。出县府的时候刚好碰到了赵小川。赵家小子，你怎么在县府办点事情？夏村长，你来干什么呢？还能干什么？当然是把猛虎进村的事情汇报给黄县令了。县令怎么说？夏季就把黄丰年的处决说了一遍。赵小川直接被震惊到了。黄丰年还只是一个7品的县令，就能有这么大的能量？自己那个未曾谋面却跟皇室有关系的老丈人呢？半个小时后，赵小川刚回到家，就见文慧迎了上来。相公，胡星夜被抄家，咱们去讨点东西。讨东西？什么意思啊？村长家有2台纺织机，我打算给购买过来，就是银子。走，我们一起去看看。到了村长家，就看见2个衙役在那里看守着器具。赵小川看到了2台纺织机。你要这个纺织机可是贵重物品，你能买得起吗？官差老爷，我家相公就是想问问价格，你给说说呗。再说纺织机这么大，也不好拉回县城，来回颠簸再给弄坏了。那就1台织机15两银子吧。好，成交。但是没往家里抬，而是抬到了鲁修家的作坊内。相公，你把纺织机抬到这里干什么？总不能让我跟梦如姐姐每天来这边纺线吧？我打算把它们拆了重新组装。拆了？那不行，万一装不好，岂不是白白浪费了？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等我重新装好，保证给你一个惊喜。随后跟鲁修和鲁大山在作坊内研究纺织机。大魏王朝的纺织机非常古老，只有一个腚子，一手摇轮子，一手纺线，速度非常慢。赵小川再次给他们画样式图，就交给他们2个制作，回家吃饭去了。回到家，赵小川又发现了新的问题。家太小，现在人越来越多，云满住在厨房，钱六躺在草旁，夏全他们4个却没地方住。回自己家的话，万一夜里马九来了，再去叫他们有些来不及。川哥，你是在担心我们没地方睡吧？我跟夏阳还有刘慕云都是猎户，经常窝在山里面蹲守猎物。猛哥又是个老兵，在哪都能对付。我要建房子，不用那么麻烦。必须要建，咱们的酒那么贵重，直接摆在院子里不太保险。而且我还在研究一些药品，那些东西都需要存放在阴暗潮湿的地方，也不能被别人碰触，必须要单独放在一间房屋内。我还打算办工厂，没房子肯定不行。全子，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？比如选址，还有工人之类的。大板，你是川哥的徒弟，知道他要办什么厂吗？应该是制酒厂吧。制酒不行，必须要有官文，不然就是违反律令，被查出来可是要满门抄斩的。全哥，我不办制酒厂，而是纺织厂。纺织厂那成本可不低啊，我听说1台织布机都要好多两银子，蛋厂怎么也得有个10几台织布机吧？织布机主要材料就是木头，咱们后山多的是，回头搞一些让鲁叔父子做就成。他们会做织布机？以前不会，但经过我的指导，肯定能做出来。你还懂得怎么做织布机？我会的东西还多着呢，这才哪到哪呀？主要就是建房子的事情，必须要快，这一块我也不太懂。我叔夏季村长，他懂得比较多，需要花费多少银子，他心中都有数。那行，我画完图纸，你去找他商量商量。田兄，那晚我喝的酒你究竟还有没有存货？我已经把这2位给你请来了，你还藏着干什么？赶快拿出来！徐兄莫急，喝酒之前，我想请彭郡守和李先生做个保。保什么？鄙人侥幸拿下碎布的生意，打算扩建纺织作坊，需要去天下钱庄借白银50万两。那可是50万两啊！谁特么敢轻易作保？
从兄、李兄，别急着走啊！田兄只是说想请你们做保，你们不想答应，直接拒绝就是，他也不能奈你们何。咱们今天是来喝酒的，赶快坐下来，好好品尝一下美酒。周安，把相思酒搬上来。二位仁兄，忘记告诉你们了，这酒很烈，要小口小口的品才能品出个中滋味。像你们那种牛饮般灌进去，不但品不出来味道，反而会觉得酒非常的辣。经过他的解释，两人才释然，开始学着徐天华的样子小口的品酒。田老爷，这酒你从何处购来？东海蓬莱仙岛。竟然是仙酒，怪不得这么好喝，不愧仙酒之名。这并非仙酒，而是相思酒。来人，笔墨伺候，老夫要为这酒题诗赐名。李兄，这酒有名字，叫相思酒，也有配套的诗词。说着，周管家把赵小川抄的那首词递给了有名的大儒李赫然。好词，尤其这句酒入愁肠，化作相思泪，写得太应景了。田兄，这词为何人所作？能引荐一番否？东海蓬莱仙君赵小川，诗词是他所作，相思酒也是他所酿。蓬莱仙君赵小川，天下有识才之人，我不说尽数皆知，但也能知其10之7、8。可为何从未听闻蓬莱仙君之称呢？蓬莱仙君是位隐士高人，不轻易现世。我也是偶然所遇，才求了几坛酒，听了这么一首词，再遣人去寻找，却不得踪迹。李赫然感叹一声，颇显失望。而此时徐天华转动了一下眼珠子问：田兄，这酒你一共求了几坛？卖给我如何？一坛我出2000两白银，不卖。3000两，不卖。田兄，你若卖我一坛，我帮你做保，去天下钱庄借50万两白银。徐兄，并非我不卖，而是有苦衷啊。什么苦衷？赵仙君是个隐士，并没有关门，他酿酒有违大卫律令，自己喝还行，倘若售卖，备有新人。不就是官文吗？我批，并且给他1年酿9万坛的权利。从赵小川那里拿一坛1000两，转手就是5000两，净赚4000两。回头就把女儿田柔许配给赵小川，再把儿子派到云安县，让他多跟赵小川亲近。老爷，不好了，下雨了。众位，正值秋收，今却落雨，恐有灾情发生，本官要去处理公务，失陪了。而此时西平村也下雨了。现在下雨了，都赶快回家收庄稼吧。不行，我们走了，马九趁着这个机会来找你麻烦怎么办？不会那么巧的。再说我也要去帮忙收庄稼，他来了也只能扑个空，赶紧去忙吧。听到这话，夏全等人也没再迟疑，返回了下村。钱六，你伤势还没有好，留下来看家。云满，咱俩一起去李虎家帮司审收庄稼。虎子，你也帮着干活。镰刀只有2把，我娘和川哥已经用了。赵家小子管你饭吃，而且这还是替咱家收割，你不能自己动手，让他歇着吗？川哥一直说能者多劳，他就是一个大能人，本就应该多干点。与此同时，云安县一处青砖带瓦的宅院内，马九呢喃道：机会来了，兄弟们准备晚上去西平村，咱们雨夜干掉赵小川。村民冒雨抢收粮食被淋湿，很容易染上风寒，感染者多极有可能形成瘟疫，只能熬一些药汤。喝药了，喝药了！喝了药不但干活有劲，还能预防感染风寒。你们难道忘记了吗？这赵家小子连猛虎都能毒死，谁敢吃他配的药？就是咱们赶快离远一些，免得中毒。师傅，咋办？他们不喝药，万一染上风寒，会死的。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把药送到下村吧，看看他们喝不喝。就在这时，李守和四婶走了过来，笑呵呵地说：赵家小子，先别送，给我们盛2碗，多少钱？我回家拿。不要钱，这药是免费发放的。不要钱？你冒着雨去挖药材，又自费柴火把它们熬成药汤，竟然不要钱，这不亏本了吗？亏本也要干。赵家小子，你真是个好人啊！若是为官，绝对是个清正廉明的好官，能造福一方。我肚子里没2两墨水，哪能当官呢？不多时，云满回来了。赵小川急忙问：那边怎么样？都喝药了吗？喝了，下村长德高望重，他让大家喝，没人敢不听，没一会就给喝得干干净净。只要有人喝就好，这是个好兆头。等2天没喝的人染上风寒，出现头疼、流鼻涕、全身无力等症状，赵小川心口悬着的大石头也落下去了。吃完晚饭，赵小川刚躺下没多久，迷迷糊糊就听到有人喊：川哥，有人夜闯咱们家，赶快起来！这是李虎的声音，一下子就从床上跳起来。赵小川推开门，院子内已经打了起来，地上躺着3个黑衣人，身上中着箭矢。马九来了，真会挑时间。雨夜大家都忙着抢收粮食，离村子又远，就算喊声再大，都会被雨声盖过，也很难听见。等夏全他们赶回来，恐怕战斗也已经结束了。为什么夏之学没有传回来消息？看来这个老兵有点废啊。
他就是赵小川，杀了他，咱们就能拿到200两银子。自己的脑袋竟然只值200两银子，太他妈廉价了！云满，你快去叫夏全他们。好的，师傅，我这就去。他要去叫人，老三，你去拦住他。哼！此时李虎暴喝道：“有我在，谁也动不了川哥。他太厉害，缠着就行。我们来对付赵小川，干掉赵小川，咱们抓紧撤。”九爷，这赵小川就是一个花架子，没什么杀伤力。别打我，别打我，我可以给你钱，只要你肯放过我，我愿意给你300两银子。300两？你有那么多银子吗？肯定有啊，别说300两了，就算是1000两，我也给得起。那好，你给我1000两，我不但放过你，还帮着你对付九爷。那人略显激动，趁着这个时候，赵小川对着那人就是一脚踹了过去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马九冲了过来，一脚把赵小川踹倒。竟然敢策反我的兄弟赵二流子，你很有能耐吗？九爷，别杀我，我真的有钱，可以给你很多很多钱，而且我还非常能挣钱，一天给你挣个100两银子都不成问题。区一个二流子能有多少钱？就是真的有钱，把你宰了之后，银子还不全都是我的，连你妻子也得伺候我。你放心，我的刀很快，保证一刀要了你的命。要报仇去找冯家，别找我。说完，马九举起长刀就要砍了赵小川的脑袋。李虎急得不成样子，可惜他眼前足足有近20人。赵小川也闭上了眼睛，心中却不由得感叹：看来古代也不好混了。若上天再给我一次穿越机会，我一定好好苟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道黑影过来，跟着传来一声娇喝：“动我相公者死！”一声闷响，把马九直接砸出去3米开外。相公，赶快起来，我来救你了。你是柳梦如？相公，我的事情回头再跟你解释，先度过眼前这关。钱篓保护着我家相公，他若有个3长2短，我宰了你。嫂子放心，想杀川哥，除非从我尸体上踏过去。柳梦如看向马九说道：“竟然敢伤我相公，今天你必死！快拦住这个疯婆娘！”马九见势不好，转身就跑。你跑得掉吗？梦如，抓活的！柳梦如怔了一下，但还是听从了赵小川的安排，棍子改变方向，落在马九腿上，砸断他2条腿。柳梦如拽着他的脚踝，如同拖死狗一般把他拖到赵小川面前。相公，我打断了他的双腿，还留着他一条命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赵小川没有回答，而是看向了李虎那边。川哥，属下无能，让你受惊了，还差点。胡子，赶快起来，你做的已经非常好了，奈何对方人手太多，这怪不得你。你有没有受伤？都是一些皮外伤，不打紧。川哥，都是这马九带的头，我宰了他。胡子，别着急，先审问一下，搞一份口供。马九，你最好把事情一五一十都交代出来，不然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。求求你不要杀我，我什么都说，这一切都是冯正初父子搞的鬼，他们给我200两银子，让我杀了你，你要报仇找他们。有证据吗？有，我家里有他签字画押的文书，只要你不杀我，我现在就带你回去取。赵小川有些异动，有了那个东西，就能搬到冯家帮文慧报仇。今天若不是李虎动用陈氏太极拳18式，还有妻子柳梦如及时出手，自己死定了。更何况马九还跟夏全有着不共戴天之仇，先提供证词吧，文书之类的东西，明天再拿也不迟。半个小时后，夏志学直接跪倒在赵小川面前。先生，属下办事不力，没有发现马九他们离开，请先生责罚。然而还不等赵平发话呢，旁边又冲过来一行人，正是云满、夏全他们。你的确该责罚，川哥给我们这么高的月钱，交代你唯一重要事情，你竟然还给办砸了，要你还有什么用？我错了，川哥你说吧，要怎么罚他都不用你动手，我来代劳，是打断他的腿，还是挂树上吊个7天7夜？赵小川斟酌一二，上前扶起夏志学。志学大哥，你只是来帮忙的，已经尽到了义务，我可不敢再责罚你。现在问题已经解决，你就回去吧，等税收过去后，我再给你解除奴籍。多谢先生的不杀之恩。夏志学然后从怀中摸出来一摞文书，递给赵小川。马九带着人是分散离开的，等我反应过来，冲到马九家里，那里已经没人了，只找到这些文书，想来有用，我就给拿回来了。先生，你看看吧。赵小川翻看了几下，眼睛越来越亮。这里面不但有马九跟冯家父子的书信来往，还有跟县令县城的书信来往。怪不得马九恶名远播，却仍旧活得逍遥自在。志学大哥，你做得非常不错，这些东西对我有大用处，我花50两银子找你购买。先生，我能不要银子吗？求求你别把我赶走就好，让我继续给你当奴隶。志学哥，犯错就要受罚，这次我能侥幸不死，下次呢，我承受不起第2次。我保证没有下次。志学哥，我意已决。夏全也是叹息一声，志学哥，回去吧。夏志学虽心有不甘，可也无可奈何，只能带着银子灰溜溜的离开。全子，他就是马九，交给你处理。能杀了吗？之所以交给你，
就是想让你亲手报仇，不然他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。其余人你看着处理吧。赵小川，你说了交代实情不杀我的，你不能说话不算话。你特么都要杀我了，竟然还妄想让我留你一命，长得不美，怎么竟想美事呢？如，你是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变这么厉害了？我也不清楚，刚刚看到你被人打，还要杀了你，我脑子里面突然就蹦出来一些东西。你想起了过往？没有，只有一点模糊的印象，好像是当过兵，上过战场，别的就想不起来了。上过战场？咱们大魏王朝准许女子上战场吗？没有。深知在古代只有花木兰代父从军是女扮男装，莫非柳梦如也是个代父从军的女英雄？相公，你以后多打听一些战场上出现女子的事情，说不定能找到我的身世。你放心，我会留意。川哥，马九被我杀了，其余的人杀了6个，另外有15个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之事的被我放了，还有7个人愿意跟着我们干。好，马九的尸体留着，我还有大用处。现在跟我一起去下村，我找下村长商量一些事情。这次赵小川熬了2桶药汤，1桶留在家里，让文慧摆在门口，谁愿意来喝就给盛1碗，不愿意喝，赵小川也不勉强。另外1桶由夏全提着去了下村。半小时后，赵小川到了下村，夏季看到赵小川等人，立马就迎了上去。赵先生，你还真守信用，竟然又给我们村送汤药了，真是太感谢你了。夏村长，不用那么客套。夏季就安排夏全在家门口摆摊，给村民分汤药喝，他则把赵小川拉到屋里。赵先生，你知道建造你画的那种宅院需要多少银子吗？需要多少？首先是砖头，1块砖1文钱，还要用糯米粘填，再加上人工、木材等等，没个几千两银子根本就造不出来。咱们这边的土地都归官府所有，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地块给你用，还要送礼搭店，也是不小的数目啊。既然需要这么多银子，我还真拿不出来，那就先不见了吧。夏季松了一口气，这赵家小子还真能听得进去劝说，免得他头脑一热又开始胡来。在下村没有待一会，赵小川就领着人回去了。路过鲁修家，借个平板车，顺便问了一下纺织机的进度。父子2人还没有做好，赵小川也没催。现在不能盖厂房，只能再捣鼓其他东西。白糖在眼下这个时代是奢侈品，肯定能跟相思酒一样卖出天价。当然，眼下最重要的是把马九送到县府，把冯家搞倒。1小时后，赵小川一行人就来到县衙。这里是县府，禁止大声喧哗。草民要告状。赵医官，你预告何人？告冯俊仁和冯正初。听到这话，黄丰年脸上露出了笑容。又是告他们父子，自己又能赚钱了。先说说你的冤情，证据确凿的话，本官定会为你做主。回县老爷，冯家父子雇佣泼皮马九袭杀草民，被草民袭杀，马九已经认罪，这是他的供词，还有跟冯家父子来往的文书，上面也有冯家父子的签字画押，请县老爷过目。还有马九作证，这下能狠狠宰冯家一笔。这么多年，冯家可没少做恶事。马九本就是云安县的泼皮，欺男霸女，无恶不作，臭名昭著，如今遭了天谴，罪有应得。赵先生不畏强权，勇斗恶霸，为民除害，赏银50两。听到这话，外面的人又开始议论起来。杀了马九，非但无罪，竟然还能获得赏银。早知道如此，我就出手了。你有那个胆子吗？听说马九欺凌了你妻子，你就在旁边看着，连屁都不敢放一个。你放屁！他只是在我家床榻上休息，让我跟贱内伺候着他，并没有欺凌我妻子。我倒是觉得赵先生杀马九为我们除害，才是真正的英雄。以后但凡他有所差遣，我定当遵从。我也遵从。他除掉马九，我们开铺子也能少交一部分费用。外面围观的群众几乎全部投向了赵小川那边。冯家父子指使泼皮马九行凶，证据确凿，按大魏律令，主使人冯正初、冯俊仁刺配充军。冯家余者，男的脱籍为奴，卖到牙行，女的送去教坊司，永世为娼。来人去冯家逮捕冯正初和冯俊仁，推堂。赵先生，你杀了马九，为民除害，是我们云安县的大英雄。本官请赵先生到府内吃个便饭，还请赏光。多谢黄县令邀请，草民正有此意。黄县令，你有什么话尽管吩咐。那我就直说了，赵先生，你抄了马九的家吗？没有，只是他行刺我，被我反杀而已。他是罪犯，罪大恶极，由官府去抄。赵先生，那文书呢？文书？什么文书？就是你在堂上呈给我的那份信件。我是在马九身上搜出来的，看到有黄县令的名字，就和供词一起给了黄县令。莫非那上面有什么机密的事情吗？没有，马九只是一个泼皮，能有什么机密的事情？不过是本官下令规劝他改邪归正的一些话，无关紧要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我还以为上面记录着冯家的一些龌龊勾当，打算再告他们一次呢。冯家都已经被抄家了，冯正初和冯俊仁父子也要被赐配充军，你还不满意吗？黄县令上次就说要冯俊仁赐配充军，结果当天就被放出大牢，
还雇马九行刺我，所以这次我必须把他一棍子打死，让他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。我可不想再被行刺第二次。赵先生，你放心吧，不会再有第二次。上次因为只抓了一个冯俊人，冯正初可以在外面上下打店，再加上他是医官，也是个官绅，我迫于压力才释放了冯俊人。但这次不同，他们父子一同入狱，家也被抄了，就算想活动也没银子。如此最好，黄县令不愧是青天大老爷啊！我这里还有一个请求，还望县老爷成全。什么请求？县老爷可还记得6年前前门村的事情？你是说温家？赵先生，温家的事情是上任县令处理，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黄县令怎么就没有关系呢？那是冤案，你不为人家洗脱冤屈，那就是不作为啊！若是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应该快调任了吧？若是这件事情传出去，恐怕你的调任之路也会充满坎坷吧？赵小川，你想怎样？不要觉得你掌握了一点小秘密就可以为所欲为，真惹恼了本官，本官让你走不出云安县。黄县令，稍安勿躁，您可是一位青天大老爷，我怎么能威胁你呢？只不过是想给黄县令提供一份政绩罢了。若是黄县令能帮温家沉冤昭雪，不但是大功一件，还能受到百姓的拥戴。还有别的要求吗？还真有。你抄了冯家，能把药材送给我吗？你又不是医官，根本没法行医，要那么多药材干什么？黄县令，现在秋收季节，百姓都是冒雨抢收，肯定会感染风寒，那就是瘟疫。若是黄县令能提早预防，定能减轻患病人数，储备好药材，也能救治，不至于爆发出来瘟疫。这岂不又是大功一件？好，我都答应你。公，谢谢你帮我家洗脱冤屈，以后我文慧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，绝不背叛，否则天打雷劈。只是举手之劳罢了，不用说的那么严重。文慧，我能跟你商量一件事情吗？什么事情？只要相公吩咐，奴家定当遵从。我们能不能不结婚？什么？赵小川，你什么意思？翅膀硬了吗？吃刚抹净你就不想认账，不结婚？你这不是逼着文慧去死吗？她现在是我妹妹，我绝对不容许你欺负她分毫。自从那天柳梦如大发神威搞定马九后，再也不是个温顺乖巧的小娘子了，反而身上充斥着一股子军痞的特性。梦如，你能不能先听我解释啊？我说的不结婚，只是不举办婚礼仪式，但文书还是要走的。等拿到文书，文慧仍旧是我合法的妻子。为什么不举办婚礼？文慧如今孤身一人，我就是她的娘家，你没有三媒六聘，8抬大轿把她娶回家已经算是失礼了，如今还不想办婚礼仪式，你眼中还有文慧吗？梦如姐，你别着急，咱们先听听相公的想法。今天你若是不说出来个所以然，我非把你的屁股打开花。梦如，你也看到了，我治好了田柔的病，得到几百两银子，几匹马还有马车，就开始招人嫉妒眼红。冯家就是先例，他们见财起意，要置我于死地，请马九来行刺我。若是再大摆宴席，岂不是太过高调了？万一再引起有心人惦记，咱们能挡住吗？这个，而且咱们家破落成什么样子，只有3间土坯房子，就这么把文慧娶回来才是委屈她。那你说咋办？等我们的实力发展起来，等我们盖了新房，有了自保的能力，我不但要给文慧办一场盛大的婚礼，到时候连你一并娶了，咱们补一个盛大的仪式，这样才不会亏待你。说完，身上爆发出来的气势也陡然散去，再次恢复起他那小女人的姿态。相公，你真坏，这种事情就不能提前跟我们商量一下吗？你这冷不丁的说出来，差点让我误会。这不是想给你们惊喜吗？被你这么一闹，惊喜也没了。没了就没了，我们身为女子，能不被夫家苛待，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就是最大的幸福了。对了，相公，咱们的实力什么时候能发展起来？很快，你帮着文慧熬药，我现在就去制定计划。师傅，你怎么过来了？纺织机已经做出来一些零件，但想要成型还需要一段时间。先停一停，先做诸葛连弩，必须要保证人手一把。好的，师傅。随后赵小川把众人召集在一起，说出自己的想法，听得他们一愣一愣，脸上均是迷惑之色。先生，听你这话的意思，好像是在练兵，但练兵不应该是练一些招式、军阵之类的吗？不错，我就是在练兵，但眼下人手有限，一共就我们8个人，就算想练军阵，咱也没那个条件啊。招人呗，以先生开出的条件，相信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跟随着先生。不行，养兵必须要有官文，否则就是造反，那是杀头之罪。咱们现在是先生的奴隶，跟着他练武没什么关系。一旦拥有成千上万人，官府就该派兵围剿了。说的不错，我们只是押送一些货物，没必要那么大张旗鼓，要低调行事。川哥，你这又是制造诸葛连弩，莫非想要造反吗？犬子，我没有造反的意思。如此最好。川哥，诸葛连弩即便是造好，不到危急关头，也不要拿出来。大魏王朝有规定，普通人家只要藏着3把弓箭，就能构成谋逆之罪。多谢犬子提醒，我会注意。犬子，我问你，如何才能养更多的人？你打算养多少人？越多越好。养那么多人干什么？犬子，我要做生意，而且是大生意。等我搞到制酒的官文，
咱们就能大批量的制酒了。所以我需要养很多的人，一方面自保，另外一方面也能负责运送咱们的酒水，免得被土匪打劫之类的。成立镖局吧，只要有官文在，镖局就能养很多镖师。这个不错，李虎，我们现在就去县府一趟。刚到县府，就看到了田震。赵先生，你怎么来县府了？田少爷，这话应该我问你吧？你们不是返回郡城了吗？怎么又来云安县了？我爹说云安县的氛围不错，让我在这边开个布庄铺子，我已经买好了，现在找黄县令置办手续，不日就能开张。到时候还请赵先生赏光，给捧捧场。一定一定。赵先生呢？来县府干什么？我打算开一个镖局，也想找县老爷讨一份文书。开镖局？你不应该开酒坊吗？我倒是想开，这不是没有官文吗？你也知道，没有官文私自酿酒是杀头之罪。赵先生，官文我已经给你带来了，不过丢在铺子里面，等回头我亲自给你送到府上。哪来的官文？郡守亲自批的，上面盖着他的官印，而且还给你1年漫谈的酿酒权利。不过什么？你要改一下名字，严格来说，你要有一个称号。紧接着田震就把那晚发生在田府的事情讲述了一遍。蓬莱仙君，田少，你们田府给相思酒定价几何？田震犯难了，不说实情怕得罪赵小川，可一旦说了实情，赵小川再涨价的话，他们田府的利润空间就缩小了。田少，你放心，不管你们田府卖多少银子，我都不会给你们涨价，仍旧按照1000两一坛子卖给你们。5000两，一直都知道无商不奸，却从来没有想到竟然会这么奸，还是你们田家会经商，佩服佩服。你这个酒每天能产多少？我们田家打算包圆，你不要再售给其他人了。当然，价格上也会做一些让步。田少爷，我现在念不出来那种酒了。为什么？相思酒不是酿的，而是制造出来的。咱们平日喝的那种普通的酒，20坛才勉勉强强能制出来1坛子相思酒。我已经把整个云安县那种普通的酒买空了，也就制出来几10坛。这个简单，原料酒我们田家提供，并且不收取任何费用。你需要多少说个数，我过会就修书回家，让我爹购置。先运过来1000坛吧。先生，你来了真是太好了。瘟疫爆发了，现在我们要怎么办？瘟疫爆发了，我刚从西平村过来，并没有听说瘟疫的事情啊。西平村还没有被波及，刚刚有几个村子的村长过来汇报，说他们村出现了大量风寒患者，全身无力，高热不退，鼻涕直流，还不断咳嗽。我已经让曹庆和林华过去查看情况了。赵先生，既然你能预测出来瘟疫，应该有应对之策吧？没有，黄县令，瘟疫没有特效药，眼下只能以预防为主。怎么预防？只要能做到，本官绝不推辞。第一，下令禁止百姓在冒雨抢收粮食，流感极易传播，淋雨之后体质会变得脆弱，稍有不慎就会染上疾病，本来药就少，病患再持续多下去，只能等死。是，我现在就下令。第二，大力宣传流感的厉害，让人们没事尽量不要外出，减少感染风险。第三，制作口罩和面巾，每天必须要戴口罩，真有事出门，面巾也要戴上。口罩是何物？赵小川也没解释，直接画了一个口罩样式图出来。黄县令，口罩和面巾的制作能不能交给我们田家？你想靠这个赚钱？不是，我们有自己的纺织作坊，云安县的纺织作坊太小，恐怕赶不出来那么多。你们放心，这些口罩我们田家分文不取，全部免费提供给云安县。多谢田少爷。随后，黄丰年得知田震要在云安县置办布庄，赵小川要开镖局，更加激动了。这又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啊！没有二话，给2人直接盖上官印，批了官文，2人也没有停留，离开了县府。半个小时后，田震回铺子一趟，把赵小川酿酒的官文给他，又带着人跟随赵小川一起去了西平村，带了10坛子相思酒，留下2万两银票，匆匆赶回郡城。全哥，你回下村请夏季村长过来。好的，我现在就去。钱六你去制酒。好呢。文慧你配药，去准备金银花、连翘、薄荷、金戒、桔梗等。好的，相公。半小时后，夏季也和夏全匆匆赶来。赵家小子这么急着找老汉我来干什么？你们下村患病的人多吗？患什么病？他们每天都喝着你送的药。今天黄县令跟我说，咱们县城爆发了瘟疫，很多村子都出现了大范围的风寒患者，所以才问问你们那边的情况如何。若是有风寒患者，尽快带过来给我医治。另外，让大家都在家歇几天，没事不要外出，更不要冒雨去地里干活了。不去地里干活，粮食就糟蹋了。没有粮食，税都交不出来。那咋办？风寒患者多的话，会被定义成瘟疫，到时候官府派兵烧村。这个我们村也没有患病。话没说完，就听到外面传来了高呼声。西平村的人听着，所有人全部躲在家里，不能外出，违令之战。怎么回事？赵小川等人也都走了出去，外面有2个衙役正冲着四周大喊。西平村的人听着，所有人全部躲在家里，不能外出，违令之战。不好了，要封村了，我得赶快回去。夏季见状，急忙往下村跑，而赵小川则走向了那2个衙役。赵先生，你怎么还带头往外跑啊？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要封村吗？对，县太爷说了，
不让乱跑，等瘟疫彻底解除再放开。不怕造成恐慌吗？眼下仍旧在抢收，谁愿意躲在家里不出来啊？士兵一回就到，谁敢不从，当场宰杀，杀几个带头的，就没人敢再不听了。什么？竟然是赵二流子出的主意！赵二流子，你这么做是什么意思？非要逼着我们喝你熬的汤药吗？现在好了，折腾的我们都没法下地抢收庄稼，到时候交不上税，我们都要被拉到先锋营。你这是看不得我们好，打算把我们都害死吗？瘟疫又不单单是你们村，向前门村、高楼村已经出现好几百位村民感染了风寒，还是赵先生提早预测到，告诉了县老爷，这才做出应对之策。不然等大范围感染，你们就等着被活活烧死吧。他才是你们真正的恩人。我可以为赵家小子作证，他熬的汤药非常管用，所以咱们大家应该听从他的建议，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，别出门。说的容易，地里还有那么多粮食怎么办？收不上来，我们拿什么交税呀？眼看就要过冬了，没有粮食，冬天怎么熬过去？难道要活活被饿死吗？就是啊，粮食被淋了雨，很容易发芽，到时候官府不要，我们该怎么活啊？大家先安静一下，听我说几句。你们之所以不愿意封村，应该就是为了抢收粮食吧？要不这样，你们大家把发芽的粮食都卖给我，仍旧按1/600文给你们计算，没发芽的你们留着自己吃，或者交税都行。在赵小川说完，整个人群都陷入了安静。川哥，你疯了吗？发芽的粮食能干什么用？再说，大家的粮食几乎都发芽了，就算你有心想收购，可有那么多银子吗？夏全，你不是我们村的，不要参与我们村的事情。我已经决定了，全子再劝说也没有用，现在你们可以回去了。等天放晴，大家就可以拉着发芽的粮食去我家，我给你们过秤拿银子。好，赵家小子真是个大善人啊！夏全，我是主家还是你是主家？我的话难道不管用了吗？川哥，并非我不听你的话，实在是你这……不等他把话说完，赵小川就从怀中摸出来一把银票。你看看这是什么？银票。川哥，你哪来那么多银子？不该问的别问，身为护卫你的任务就是保护好我的安全，听从我的指挥。其他的事情，我想让你知道，自会跟你说；不想让你知道，就管住你自己的嘴巴。是，现在才刚刚起家，夏全就敢忤逆他的命令，这要是放在战场上，绝对是致命的。卫医官，病患情况怎么样？能控制吗？控制不住，人数太多了，2个村子加起来足足有近1000人感染。我给他们施了针，用了药，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。我也去了2个村子，患病的还在持续增加中。眼下我们还没有治疗之法，根本就控制不住。那么多人患病，药材也不够啊。先前我让你们储备的药材呢？你们都储备到哪里去了？已经派人去采挖了，但现在一直下雨，药材没法晾晒，根本没法用。就是啊，患病者太多，就算我们储备一点药材也顶不住啊。那怎么办？药材不够，病患却越来越多，到时候不但我的脑袋保不住，你们身为医官却控制不住病情，脑袋同样要搬家。这就是瘟疫。黄县令，我觉得咱们还是赶快跑吧，以我们的财力，隐姓埋名，换个地方。住口！本官是朝廷命官，7品县令，你却让我逃走，你还配当一个医官吗？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，必须把这次的事情解决掉，否则我诛你们3族。是，我现在就回家想办法。黄县令，要不我推荐一个人，他虽然不是医官，但在医术上的造诣绝对不次于一般的医官。若是把他请出来，兴许有办法。你说的是赵小川赵先生吧？我已经跟他商讨过了，眼下没有那么多药材，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，只能以预防为主。紧接着黄丰年就把赵小川的办法说了一遍。有了这种办法，就能减少感染者持续增加，能给我们争取更多的时间。下官这就回去再派点人手挖药材，然后赶往西平村跟赵先生商讨。你先去忙吧。黄县令，瘟疫爆发，你确定不走吗？留下来可是要等死的吗？走？怎么走？这次瘟疫和以往都不同，加起来成千上万，留下来跟瘟疫做斗争，说不定还能留个好名声。可一旦逃走，诛9族都是轻的。此时的田震到家把事情汇报给了田富海。儿子做得不错，遇事能冷静地思考，并给出非常好的解决方案，这样也能让我放心地把田家交给你了。爹，你不怪我擅作主张，私自承揽了元安县口罩的制作。我为什么要怪你？咱们家是商人，讲究的是一本万利，那点口罩才多少钱，都超不过1000两银子。你先去纺织作坊连夜赶制口罩，明天就先送去云安县一批。我去郡守府，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，必须要让彭郡守知晓。
而此时赵小川并不知道这些。饭做好了，云满习惯性的去搬酒，但却被钱六给拦住了。云满，这些不是酒，都是银子啊！银子又如何？这些酒就是咱们自己制造的，又不费事，喝完了大不了你再这2坛呗。你今天你要敢喝酒，我就跟你拼命！钱六，这里是我师傅家，我和他点酒，你竟然要跟我拼命？你眼里还有没有我师傅？没把师傅放在眼里的是你这个逆徒！川哥今天答应要收购西平村发芽的粮食，而且还不降价，仍旧按照每时600文。你知道那将会需要多少钱吗？我不知道。那我来告诉你，西平村有人口3000，每人分2田2亩，亩产1石，共能产粮6000担。按照1石600文计算，可是整整需要3600两银子啊！而且川哥难道只收西平村一个村子发芽的粮食吗？下村也要管，到时候肯定会继续收，所需银两只会更多。眼下能节省1文是1文，所以这个酒我说什么也不会让你们喝，除非要了我的命。钱六，1坛子酒而已，喝了也就喝了。不行，1坛子能购买很多粮食，再这么败下去，家都要败没了。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败家。相公，六子说的不错，先前我不知道你要收购村民的粮食，所以才让大家喝酒。既然咱们的银子有别的用处，那这酒就不能再喝了。师傅，对不起，我没计算过那个账，以后这酒打死我也不喝了。你确定？确定。犬子，你之前拦着我不让我收村民手中发芽的粮食，觉得我是在浪费银两，那若是我打算用它们酿酒呢？不行不行，这个更不行了，之前就跟你说过，酿酒必须要有官文嘛。你看这是啥？太好了，咱们能酿酒了，以后我们就能用相思酒赚钱，1坛100两，咱们这里还有好几10坛，能卖个几千两。梦如姐，发财了，我们真的发财了。我不知道先生购买发芽的粮食另有打算，误会了先生，还请先生责罚。不知者无罪，更何况你阻拦我，也是担心我把家底败没了，是好心，但你记住，以后我的命令不能违抗，否则你就回你的下村吧。是。相公，你怎么了？我害怕。害怕什么？有虎子和犬子他们在外面守着，就算来了贼人，也进不来咱们这屋啊。我怕的就是犬子他们，自古财帛动人心，我们如今那么有钱，万一他们……不就是几百两银子吗？院子里面摆的酒都比咱们卧室葬的钱多，他们犯得着为了这么点小钱就对你不利吗？不是几百两，而是2万两。你哪来那么多银票？卖酒卖的，我没有跟他们说实话。咱们的相思酒1坛并非100两，而是2000两。相公，哪来那么多银票？咱们的相思酒1坛并非100两，而是2000两。梦如，你干什么？我去把相思酒搬回来，一坛子价值2000两。咱们院子里面怎么也有30-40坛？那可是7万多两银子啊！县太爷都没这么多钱。他们又不知道具体的价值，不会在意那些酒。倒是我身上如今放着2万两银票，而且还被犬子他们看到了，才是最不安全的。相公，你先休息，我来守着，有我在，保证不会让旁人进这个屋。梦如，咱们也不知道人家会不会来过抢夺银票，就这么干瞪眼啊？不然呢？人家不动手，咱们总不能先把人揍一顿吧？万一揍错了呢？我觉得咱们应该做点更有意义的事情。什么事情更有意义啊？比如造娃。说着，赵小川直接就抱起了柳梦如。之后，赵小川反反复复，一夜竟折腾了4次。第二天，赵小川刚刚起床，他发现夏泉他们都在那里，而且一个个眼圈发黑，像是没休息好一样。你们怎么回事？夜里没睡觉吗？川哥，你管管全哥吧，再不管他，他能把我们折磨死。究竟怎么回事？川哥，你现在钱财太多，我担心被有心人针对，所以就让大家提高警惕，围绕着你家转悠，等白天有空的话，再让他们休息。有心了，犬子，你们有7个人，前6要酿酒，排除在外，你们还有6个人，可以分成3班。比如你跟夏阳守前半夜，胡子跟暮云守中间半夜，云满和猛哥守后半夜，如此不就能保证大家都有足够的休息时间了吗？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做事情要学会动脑。行了，现在天已经亮了，今天又没什么活，你们抓紧休息吧。就在这时候，院外来了一辆马车，有敌人，操家伙戒备。不是敌人，而是县城的林华林医官。这老头大清早来西平村干什么？莫非又碰到什么治不好的疾病了？赵神医，救命啊！救命？救什么命？林医官，你这不活得好好的吗？瘟疫不除，我作为医官必死无疑，甚至还会连累族人，罪行也是诛3族。赵神医能想出阻止瘟疫扩散之法，肯定也能医好瘟疫，请神医出手，救救老夫一家老小。说着，赵小川急忙把他扶起来。林医官，你是前辈，我可担不起你这大礼。至于瘟疫之事，我身为云安县的一员，自当尽己所能。我替整个云安县的百姓谢谢赵神医。正好到了饭点，先吃饭，吃过饭我再给你讲讲如何治疗风寒。我哪里吃得进去啊？吃不进去也要吃，人是铁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，不吃饱喝足，哪来的体力去救治那么多患者？
吃完饭，赵小川就现场指导什么样的症状需要用什么药，配药多少等等之类的。林华有医学底子，学得很快，几乎一遍就过了。这时田震戴着口罩来了，他们家仿制作坊连夜赶制，也才做出来5000左右。赵小川留下1000支，其余的让田震送到县府，由黄丰年支配。临走，田震把相思酒全部拿走了，但只给了赵小川2万两银票的定金，剩下的银子打上欠条，等销完再给。赵神医，我现在返回县城，带着妙手回春堂的学徒们去挖药材，然后上报黄县令，让他想办法跟上面沟通，让上面的人派发药材。只要药材管用，我相信月余之后肯定能把瘟疫打倒。月余时间太久了，林医官，咱们抓紧点时间，不再分小包配药，直接用大锅熬药汤，让大家都喝。这样能行吗？大锅熬药，药材的药性就会降低，还能治好病吗？聊胜于无。大锅熬药虽降低了药性，但最起码能保证每个病患都喝到药，连着多喝几天，药性就能达到，也能医好。我听赵神医安排。几天后，黄丰年领着人来到了赵小川家。赵先生，你可真是个神医啊！那些患病者喝了汤药，很快就发汗，然后病就好了。再连续喝个6、7天，肯定能彻底战胜瘟疫。黄县令，如今风寒肆虐，大家非但没有退，反而迎难直上，帮助我们一起共度难关。你莫非就不想留下来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，改变他们的现状吗？说句实话，我若不是因为身为县令早跑了，哪里还会在这里受罪？黄县令，你志存高远，定能节节高升。草民在这里祝愿黄县令前程似锦。这话我爱听。赵先生，我已经上表了奏折，等瘟疫解除，你肯定是首功，到时候可能比我的职位还高。希望赵先生不要忘了下官的功劳啊！岂敢岂敢！俩人客套2句，黄丰年就离开了。与此同时，一封奏折也传到了皇宫。陛下，东海郡急件。是谁传来的急件？好像是徐九官。什么？把折子呈上来吧，朕倒要看看这个混账究竟要跟朕说什么。李岩把折子递了上去，同时还递过去一坛子酒。是酒？应该是吧。这坛子东西是跟奏折一起送来的，老奴并没有拆开，也不知里面所装何物，不过却闻到了酒香，应该是酒无疑。不错不错，还是徐九官贴心啊，被贬了都不忘记给朕送酒喝。这时香气直入鼻孔，陈玄眼睛都亮了。好酒，单闻气味都能让人流口水。说完，陈玄就抱着坛子灌了一大口。陛下，你怎么了？来人，快传太医，陛下中毒了。等等，好酒，真是好酒啊！优雅细腻，丰满醇厚，回味悠长，当之无愧的琼浆玉液。徐九官真乃朕之肱骨之臣，远在天边，却仍旧给朕送来如此美酒佳酿。当上就是不知这是哪家酒厂产出来的，为何朕从未尝过呢？陛下，那不是还有信件吗？陛下一看便知。对，还有信件。陈玄这才打开折子，相思酒，还别说，这酒真如其名，竟让我有点想念徐天华了。最后附上了那首词。陈玄读后更觉得蓬莱仙君是个人才，酒好词妙，相互映衬，天衣无缝。是啊，徐九官为朕觅得佳酿，赏银1000两，其过往罪则一笔购销，宣其择日进宫，继续当他的酒官，令蓬莱仙君酿酒有方，封其品酒官，让其所酿之酒通通送到皇宫。回事？为什么没人来卖粮食呢？相公，大家都在等。等什么？等官府真正确定不要发芽的粮食。秋收还得多久结束？快的话，3天就能全部收完。那我们还在这守个什么劲啊？文慧，你回家制酒去吧，趁着现在相思酒的价格正高，多制一些出来，咱们就能多赚一些钱。好。而此时赵小川则去了鲁修家中。师傅，我正打算去找你呢，没想到你竟然来了，咱们师徒还真是心有灵犀啊。你找我什么事？师傅，我们把织布机做出来了。鲁修指着一台崭新的织布机兴奋不已。师傅，这台织布机太厉害了，一台能抵得上过去的5台，我已经找我娘试验过，没有任何问题。真做出来了？赵小川也激动起来，叫人把文慧和柳梦如喊到了鲁修家。相公，这织布机是你做的，怎么这么厉害？小把戏而已，若是给我时间，我还能改进。还能改进？对。此时的柳梦如看向赵小川的目光都像是在看自己的偶像一般，满眼都是崇拜之情。相公，这台织布机有多少人知道？就我们几个人。鲁修、鲁大山，这织布机是我相公的杰作，你们胆敢泄露出去，我必派人取了你们的人头。师娘，你放心，我鲁修就算是死，也绝对不会把织布机的秘密泄露出去。文慧，一台织布机而已，搞那么严肃干什么？相公，你可能还不知道这台织布机的价值，这若是传出去，绝对能引起整个大魏王朝的震动，一旦被皇室觊觎，这织布机可就不归我们所有了。那咋办？我还打算用这个挣钱呢，总不能一直藏着掖着吧？放家里，我跟梦如姐姐2人轮换着来，绝对不会让她闲着。单靠你们2个人哪能行呢？我是想办仿制作坊，最起码也要几10台这样的织布机，你们2个根本忙不过来。那就严格把关，招人的时候
就招那些嘴巴严实且忠心不二的人，而且要想进入咱们的纺织作坊，必须签署一份协议。一旦他们谁走漏了风声，咱们就告官，把他们抓起来做大牢。行，文慧，这个事情交给你负责。眼下还是先让鲁家父子继续制造织布机，最起码50台打底。师傅，50台太多了，以我们父子2人的速度，1周才能勉强制造出来1台，50台差不多要我们1年的时间。等那个时候再开办作坊，会不会太晚了啊？这样吧，你们不是能拆分机器吗？那就拆解成一块一块的，分散给周围各个村子的木匠，让大家合力制造。等零件运送过来，由你们父子组装，这样既能提升效率，也能避免技术外泄。好，师傅就是厉害，一下子就能想到问题的关键，并能给出好的解决办法。不厉害怎么能当你师傅呢？相公，50台织布机家里肯定放不下，咱们恐怕要盖新房子了。你有选址吗？有，我打算把西平村和下村之间的那块空地给承包起来，用来建造房屋以及厂房。那么大，咱们村到下村足足有2公里还多，全部建造房屋得花多少银子啊？银子的事情不用操心，我来想办法。眼下最重要的还是地块的租赁问题，需要去县城找黄丰年商量商量。赵家小子，那个不用商量，那一块地北面靠近后山，南边又是河流，属于最次等的田地，开荒都没有人往那里开。你想盖房子，随便盖就是，没人管。确定？必须确定啊！上一任县令就有意让我们把房屋建造在那片空地上，大家哪有钱建新房，便不了了之。既如此，咱们就分工行动。文慧和梦如熟悉一下新型织布机的运用，鲁修父子把零件拆分出去，派往各个村子的木匠手中。我去下村跟夏季商量建新房的事情。就在赵小川这边忙着打造根据地的时候，第2封奏折也被送到了皇宫。东海郡发来急报，秋雨连绵，粮食发芽，农民纷纷冒雨抢收，导致风寒，感染者甚多。以云安县为最属办之人患病，恐成瘟疫，请陛下定夺。什么？启禀陛下，瘟疫猛如虎，应放火烧村，尽早把瘟疫除去，以免扩散。放屁！一次性烧死那么多无辜百姓，你是想让咱们的皇帝陛下当个暴君吗？不烧村你打算怎么办？莫非要放任瘟疫扩散，导致整个东海郡都毁于一旦，甚至还会传染到别的郡县，以至于传遍整个大魏吗？可派太医前去治疗，奏书上说是风寒，恐酿成瘟疫，说明眼下还不是瘟疫，医治及时，应能控制。万一控制不住呢？扩散开来，后果你承担得起吗？肃静，朕是在让你们想对策，不是让你们来吵架的。百姓都是朕的子民，朕不希望看到他们被活活烧死。欲派太医前去诊治，你们给朕推荐人选。众人思索再三，也没想到万全之策，毕竟派谁过去都有可能是在让那人送死，容易得罪人。诸位爱卿，今年医官邱氏的学子是不是还没有进太医院？回禀陛下，今年邱氏医官已经在宫外候着了，就等陛下召见，分派他们职务。那就传他们觐见吧。不多时，就有9位医官来到金銮殿内。你们都是医道上经才绝艳之辈，如今大魏有难，需要你们挺身而出，你们可愿意？臣等自当效力。刚刚传来奏报，东海郡云安县风寒患者颇多，朕欲派你们前去诊治，以治愈者数量论功行赏，最高能直接晋升为太医院提点，50动身，不得有误。